Hello，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们不做一个塔罗牌的读牌啊，今天呢，其实是一期分享我的一个塔罗牌收藏系列。今天呢，在你面前看到的塔罗牌呢，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战友，他们呢，其实陪伴了我好多年呢，很多年了。我还有其他的塔罗牌。那不能够在一期节目当中全部都包含进来。大家可以看到，在镜头面前几乎已经都放满了塔罗牌啊，所以说今天是我们的一个精挑细选，是我觉得在这么多年以来，跟我关系最好、最熟悉，就像我的战友、我的闺蜜一样，陪伴了我，也陪伴了大家啊，大家也会经常会看到他们的身影，有一些可能会。大家经常看到，但有一些呢可能不太常看见，可能是属于幕后的英雄啊，那么等等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是想拿出来去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以及鉴赏。做这一期主题的目的呢，除了分享和鉴赏之外啊，也是看到很多也听到很多朋友吧跟我留言，有的时候呢会问我某一副牌卡的名字。有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就是，希望了解吧更多跟塔罗牌相关的讯息，包括想学习的朋友啊也很多。OK，我们这个频道呢，我觉得是爱学习的人很多啊，可能大家在身心灵的这一个领域当中啊，都有自己的一个理解，也都有自己的一个目标，对吧？所以呢，今天就是这样子啊，我想通过一个，我有一个顺序了啊，会跟大家去简单的去介绍，然后呢，我们会来鉴赏，也会来分享每一副牌啊，他们跟我之间的一个连接，他们跟我之间的一个故事，我们会给初学者，如果你是初学的话，如果你想去学的话，我们可能会来看一看这个牌它是容易的还是难的，这一副牌它有什么样子具体的故事，它有什么样子的特点或者是特色。那么高阶的玩家呢，如果你是已经玩了塔罗牌很多年，你自己也是塔罗牌占卜师的话，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对这副牌的理解，然后你可以看看你对这副牌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感受，或者是你认为这副牌是这样子用吗？还是说你有其他的想法？也非常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个讨论，或者是留言，好吗？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开始吧我们来开始，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塔罗牌。Hello，大家好。那我们首先呢，就来进入到我们的今天的第一个我觉得是分类吧。那么今天我的第一个分类呢是经典系列啊。经典系列呢，顾名思义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塔罗牌。其实经典的塔罗牌有很多，那么今天我所挑选出来的经典，它其实是属于韦特史密斯这个大的体系之下的经典牌。所以我们今天看的第一副牌呢，就是韦特史密斯塔罗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它的牌背，非常经典的一个图文。我的这一副牌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画面的颜色是非常浓烈的这个颜色是非常浓烈的，非常的清晰。这副牌呢，是我用的最多的牌卡之一是我用的最多的牌卡之一。这副牌呢，已经陪伴了我很多年很多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边上的颜色之前我做的时候，把边框裁掉之后呢，有上这个颜色已经都被磨没有了，之前是蓝色的现在都已经快被磨没有了，所以我是用的特别多。然后呢，这副牌整体给我的感觉是浓烈，然后呢是非常的清楚浓烈非常的清楚。所以说如果你想从韦特史密斯塔罗牌来开始的话，其实我还是非常推荐这一组牌的。而且这组牌的话，我觉得也是蛮适合就是性格比较也不能说性格吧，就是你在解牌的时候，希望读到的是那种很热烈的信息，或者是非常的直接非常热烈、非常直接的信息。那么这副牌呢，我觉得它是可以帮你做到的，热烈、直接而且我觉得是非常大胆的一种宣泄，就是把这个信息直接就是丢在你的眼前，没有什么隐藏。OK， 这个是第一组牌，我们看到的是韦特史密斯牌，非常经典的一副塔罗牌。
好，然后呢，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副牌呢，其实也是一个维特史密斯的一个经典牌，但是呢，不一样的就是说这副牌呢，它是通用版本，所以维特史密斯牌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啊。有些喜欢收藏的朋友就应该知道啊，有很多不同的版本。那我的这个版本呢是通用啊，大家现在看到是通用版本。这个版本呢，我是没有去掉边框的啊。这个牌我是后来。之前大家看到第一副牌是最早的，然后这个是后来又加的一个啊。那么这副牌呢，我觉得非常清楚的就是它的颜色明显的要比第一组牌，大家感受一下，是不是淡下来了很多呢？就给人的感觉这个信息不再是在你的眼前，就是比方说有的时候你生气的时候可能就会大吼大叫，对吧？但是这副牌的这个能量给我的感受是非常轻松、非常活泼的。非常轻松，非常活泼，而且就算是颜色里面我觉得它可能带有更多的蓝调。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色彩的话，明显我觉得是淡下来了很多。然后呢，就是当你平静下来你去读牌或者是你去抽牌的话，可能这个能量更能够让你能够静下心来，能够去，我觉得是冥想更长的时间，然后慢慢的呢，从这副牌里听到宇宙通过这副牌想要传递给你的真正的一个信息和能量吧。大家看一下，金币石其实也是很饱满的一个颜色，对吧？这副牌我是好喜欢，而且这副牌给我的感觉是越用越喜欢这副牌我是越用越喜欢。所以这副牌呢，就是大家如果想去收集韦特史密斯的话，我觉得这副牌不容错过，非常的经典非常的经典，颜色是那种很淡的颜色，大家看。这个是第二组牌，韦特史密斯牌，我觉得是现代塔罗里面不能错过的一个系列。大家看一下这个是通用。如果你是初学的话，或者是你想去看塔罗牌，去学塔罗牌的话，我还是很推荐大家去学韦特史密斯这个版本，因为这个版本的牌的资源非常的多，选择非常的广然后呢，韦特史密斯系列的话也是很经典的很经典的3大派系之一吧。那最后呢，就是这个小白本小白本呢，其实是刚才那个韦特史密斯里面也会有一个这个小白本它是来的盒子来的。小白本里面对牌卡的解释比较的有限，每一个牌呢也会有一点关键字放在这里，然后前面呢是关于塔罗牌的历史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如果大家要是想去更加深入的去了解韦特史密斯塔罗牌的话呢，可能要去我觉得这个牌不能错过，但是可以去选择一个更加可能那个内容更多的，等会儿我会给大家推荐一个内容更多的塔罗牌好，我们来继续。好，讲到内容更多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现在你看到的这个第3个我们的这个塔罗牌这个1、2、3，等会儿我就可能就不会跟大家继续数下去了大家自己去看那个评论。就是这一牌呢是 Levellin， 它的牌卡呢是这种比较大的，然后它是非常经典的韦特系列非常经典的韦特系列。这组牌呢是有这种很强烈的黄色的边框，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把这个边框可以把2边给它切掉让这个画面呢更加，我觉得是更加溢出这个牌面吧而不是被这个边框所干扰。虽然边框也还好啦，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边框的话，可能会更加的突出这个画面它想传递的一个能量，我们可能更加能够被这个画面所吸引进去所以说这个是我应该是待做的项目之一有的时候我会给这个牌卡一些就是亲密连接的机会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小的项目来的好，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副牌，而且你看它的这个颜色就是非常的，也是这种黄黄的沉沉的颜色，还是很亮的，对吧？你看这个黄色特别的多，黄色，对，大家看一下这副牌好，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这副牌它的这个书。好，这个牌呢它会你买的时候就是有这样子一个大的盒子，然后这样子你看这样子一个盒子，然后这个里面呢就是它的书，这个书非常的大好，
这本书你看它会讲得很详细，这个书里面的内容，关于这副牌卡，这个是作者，然后它的内容每一个这个名字，然后它对应的那个凯尔特文化里的一个故事，相关的一个背景信息都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这本书一共有多少面？我看一下，263、264，一共有264面啊，所以它的这个内容是非常多的，非常的丰富。而且呢，在这个地方也会有这个牌的一个缩印。所以说如果你想去看的话，你看这里还有这个牌阵的信息啊，它会在这个书里面有所讲解。刚才我看到了，包括这个牌阵啊，有这个马鞋的牌阵啊，有这个卡尔特十字的牌阵啊，就是内容会很丰富。如果你想去学的话，就可以从这一副牌开始了啊，所以我会推荐这一副牌。如果你是刚刚开始啊，当然除了我们的韦特史密斯牌，这副牌啊，我会非常的推荐给大家。好，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也是经典系列的一个经典的不能再经典的一副牌，大家一定见过这副牌，这个就是水瓶人塔罗牌啊，水瓶人塔罗牌。这个牌呢挺有意思的，这副牌跟我之间的这个连结是经历了一个我觉得是不同的一个怎么讲呢，就像一个跨越啊。就刚开始的时候吧，这副牌跟我在一起，我觉得它给我的感觉有点冰冷，有点就是让人觉得好像不是很亲近，不是很就是跟我很亲的感觉。然后呢，慢慢的我就发现这副牌跟我越来越亲，我也越来越喜欢用它。之前呢，这副牌我刚开始的时候买的是一副小的，给大家看一下，就像这样，这个是 Morgan Grill， 等会儿会跟大家讲，我是一个小的但是呢，后来我就买了这一副大的，就是这种 full size， 因为我很想再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个水瓶人塔罗。整个这一组牌我觉得它一个很有特色的，尽管这个牌已经很久远了很老的一副牌，但是这副牌很有特色的呢，就是它每一个人物的表情就是几乎没有表情，大家看都几乎没有表情。那么它在这种没有表情之下呢，是不是正好反映出了水瓶座的人是那种风向的能量，是那种理性的不轻易被感情所动的 OK， 那种有自己独特判断、独立判断的一个性格呢？所以我觉得这副牌就是特别有个性，而且这副牌里面有一些牌是非常漂亮的，很经典的一个恋人牌，对吧？非常的漂亮。然后呢，它整个颜色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有点淡淡的紫色系，对吧？有点淡淡的紫色系，而且它里面的权杖就是很像一朵花很像花，它上面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的跟别人都不一样非常有特色。而且这张牌战车牌，大家看它的这个能量也是我觉得它就是跟别的不一样，你可以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和解读。这个战车也是很有特色的，就是不同嘛，而且这个战车上面还有一个剑，然后两边是这个月亮的盔甲，对吧？就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牌就属于那种，当你可能读了一圈各种各样的那种有主题的牌卡之后呢，当你回来的时候，也许你就会爱上它。也许你第一眼见到它你不会爱上它，但你就是走了一圈，就好像你走了一圈发现这个是我之前错过的一个很特别的人所以这个是我的，绝对是我的好朋友，现在用的特别的多，然后呢也进入过非常深入的解读和连结还有学习。所以呢这个是塔罗人的水瓶人塔罗非常非常的推荐给大家。那么这个牌的它的这个难度的话，我觉得是看你吧。我觉得这个牌对于我来讲的话，它的难度的话，我觉得会稍微比之前所介绍的要高一点，因为你需要更多的去理解塔罗牌的意思，然后你可能要经历就是跟塔罗牌的一个就像是交朋友的过程，慢慢的可能你会对这副牌有新的理解，或者是有更加不一样的感受这个是我的感受，我的经历。 OK，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一副牌。这一副牌呢，应该是大家就是非常熟的，家喻户晓，我觉得是明星级别的这个牌肯定是大家很多朋友的第一个就会买的牌，
这个是每日女巫塔罗牌，这副牌太经典了，经典的不能再经典了。它的这个颜色是这种啊，非常的，我觉得是那种像夏天啊，非常像夏天的感觉，那种仲夏夜，就是那种在夏天的夜晚啊，有萤火虫，有凉席，或者是有帷幔，然后你就可能会拿出这副塔罗牌来做一个连结，一边跟你的朋友说说笑笑，一边在解读着塔罗牌，能量是非常轻松，非常，我觉得是那种很年轻的啊。这副牌大家看这经典的这个牌背啊，你看这个女巫的3件套，帽子、扫把和黑色的猫咪，对吧？这个是女巫塔罗牌。哎，你看第一张就是愚人牌，这个牌呢我也放在经典。其实这个牌它之所以经典，它可能不是说因为它年龄很大，因为它很老，这个牌我觉得还是比较偏现代风的。但是呢，为什么我会把它放在经典里面啊？就是因为这个牌实在是，就是你在哪里你都会看到它，而且如果你是刚刚开始接触塔罗牌的话，你肯定会喜欢上它。这副牌的能量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第一眼你就会喜欢它，就是那种最有亲和力，最能够让你去首先交的第一个朋友，就这种感觉。所以这副牌我觉得在这个塔罗界有非常不能撼动的地位，尽管它是一个现代的比较现代的一个牌。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牌里面的画风，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对吧？这个牌，你看这个能量啊，而且这个牌里面的元素呢，我觉得也是画得非常的清楚，有那种很强烈的，通过画面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主人公或者是这个牌里面的这个人，他究竟在做什么，他是什么样子的心情。这个里面的故事在表达着、传递着这个塔罗牌里的每一张它的能量啊，都非常非常的清楚，还会有额外的信息可以让你去发挥你的一个想象力也好，或者是你去打开你连接到的那个内容，去跟它做一个连接。这副牌呢，它也是有这样子一个大盒子啊，然后呢，它里面的书也是非常的漂亮。这个书跟刚才那个就完全不一样，因为这个书整本都是彩印，大家可以看，就整个都是这种彩印的我想应该有很多朋友都有这副牌，而且我想你们应该是很喜欢这组牌吧，因为我当时就是看了那么多牌，最后呢我还是会回来把这个牌放在自己的这个收藏里面，就是不容错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牌还有可以做笔记的地方，对吧？这个牌真的是设计的我觉得是无可挑剔了，非常经典。除了这个以外给大家看除了这个版本之外呢我们看到这个牌因为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迷你版本的我有2个迷你版本的，我也有迷你版本的呢，就非常的特别，就非常的小，非常的小。有的时候这个迷你版本其实我会觉得稍微有一点太小了但是呢，这个迷你版本有迷你版本的好，就是它可能会是一个出门或者是你随时都想看一看连接一下，占卜一下，就是去感受一下这个牌究竟今天的这个能量怎么样或者是说你想放在你的包包里面，或者是你有一些日记、手账之类的，你也可以把这个牌的我觉得放在你的那个日记本里，或者是你把这个每年如果你会抽塔罗牌作为你的每一年的这种能量的一个积淀的话，那么这个牌就可以一直放在你的日记本里夹着，对吧？所以我看到这个小牌的话，我也会有一副这个牌用的也多，这个小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是真的很喜欢这副牌，所以它的大牌呢还有小牌我都会有我都会有这个是我的收藏，这个是每日女巫塔罗牌非常的喜欢。好，好，那接下来呢，在你眼前的呢，它不是塔罗牌，它是神谕卡。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作者他的这个塔罗牌嘛，那么这个呢是跟他同系列的一个神谕卡，因为我也有嘛，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一副神谕卡呢，是一个朋友他的一个友情这个赠送非常感谢，再一次的感谢你
这个是朋友送给我的。然后呢，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牌就非常大了啊，非常大。这个神谕卡里的画风呢，跟塔罗牌其实是非常类似的，所以如果就是有些朋友，我想的说，如果你要是很喜欢这一组牌的话，比方说我非常喜欢这一组牌，所以呢，我可能会收集的不仅仅是它的塔罗牌，还有神谕卡的部分，所以我们也可以拿出来感受一下啊，看一下，这个是神谕卡，画风非常的像啊，画风非常的像，然后它牌很大，这个是神谕卡 ，OK，大家可以看这种非常的大，非常的清楚，然后每一个牌，对，这个牌里面的神谕卡的那个书啊，大家感觉一下，这个书是这样子的，我都有读过，然后我根据它的元素已经划分出来了，对，做了笔记。好 ，OK。好，那讲到经典呢，我们来看今天我在经典系列当中给大家挑的最后一副牌，就是这个 Morgan Grill。这个牌真的太经典了啊，太经典了！这个牌是我旅游的时候就是一定会带上的啊，我旅游的时候也会带牌，然后有的时候会带不止一组，但是呢，这组牌我每次都会带，因为这组牌它给我的信息非常的，就是那种，怎么讲呢？就是非常的直接啊！我不用去猜，我不用去想，我不用去怀疑，就是每一张牌能够告诉我的信息，非常的清晰，非常的那种，就是很精准，可以这样讲，非常精准的一些信息。所以这副牌呢，我在自己这副牌我可能大众占卜的时候用的很少，这副牌我给自己用的是最多的，所以我自己每一天就是我会经常的这个抽牌啊。抽各种牌，各种主题的牌。那这副牌呢，我是经常会用到，有的时候会突然的想抽牌，我也会用它，用的很多啊。这个我自己用的是很多的一副牌，它的能量，它的信息，无论是好的啊，有的时候我可能想听好话，有的时候我想听的是，就算不是好话，我也想听真话。这副牌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啊，无论是好的不好的，你看宝剑三，无论是什么样子的信息，我都可以非常清楚的感受到。这组牌啊，所以说，如果有朋友跟我一样喜欢这种，这个牌应该是有点复古怀旧的感觉啊，然后它的这种颜色，我喜欢这种颜色比较，怎么讲呢？就是我会第一个开始喜欢这种颜色很饱满的，然后慢慢的可能会开始又喜欢淡一点的，但是我可能还是会回去，因为像这个牌，它的信息是非常。干脆利落，非常的这种直接，所以我会觉得这个牌啊，真的是我的心尖上的一个最爱之一吧，因为最爱太多了，最爱之一，圣杯六都非常的漂亮。这个呢就是 Morgan Grill 啊，这个小铁盒非常的方便啊，就是旅行的时候，所以推荐给大家这个牌。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那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经典系列的牌卡，给大家一个介绍。那等一会儿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些有非常特别的一个主题啊。好，那我们之前呢看到了经典的一些塔罗牌卡，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比较现代一点。带有主题的塔罗牌也是其实非常的流行，然后呢，大家可能见的也比较多的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首先你面前的这一组牌，这个是水晶啊，水晶的这个从水晶里去看，对吧？这个 Crystal Vision 塔罗，非常经典的这个牌背，紫色的，然后是水晶球，对吧？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颜色啊，来。它是有这种边框的嘛，所以是这种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打开看一下这副牌呢，我觉得它是比较的温柔，比较的女性化的一组牌吧，因为它的这个颜色色系是比较偏粉紫色，然后呢里面的人物非常的漂亮，就是那种女生都是长头发，
然后就是那种很温柔啊，哪怕是这个宝剑6啊，拿着这个宝剑也是很温柔。然后她的这种女生的这种画的嘛，就是那种像洋娃娃或者是很像精灵，头发呢都是那种长长的头发都是长长的，大家看，这个画风是比较，我觉得是带有那种很温柔、很浪漫很温柔、很浪漫。我觉得这里面的主人公大多数都是以女生为形象的你看这个战车牌也是一个女生就是这个战神变成了女战神，她有这种感觉。对，那也有男生了，你看这个里有男性的能量，魔法师这个骑士，对吧？这个是宝剑骑士，对，这个牌用的也多有些朋友如果你喜欢紫色系，然后比较喜欢那种带有那种浪漫或者是唯美主义或者是这副牌，其实我觉得跟海王星的能量也挺有连接，就是很梦幻的一种感觉很梦幻的一种感觉。所以说看大家的这种感觉，这是我的感受啦大家可以看一下你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呢？好，这个是水晶 Vision Crystal Vision Tarot 这副牌呢就是这个小白本，它没有那种很大的书，所以说大家可以把这个牌当做，比方说如果你喜欢它的画风的话，对吧？然后这个牌有什么特点这个牌有一个特点忘记跟大家说，就是这副牌除了78张塔罗的话，它有另外的一张牌我记得它有一张是说是不知道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可能在讲这个东西你现在还不能知道，所以它会多一张牌，我给大家看一下，找出那张牌。是在这个78张传统塔罗牌之外的一张对，这张就是未知牌这个是这个牌里面很有特色的一张未知牌。其实我觉得未知牌的话放在塔罗牌里面也很，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加入未知牌，因为有的时候不是所有的能量和信息是我们在那个时刻点想连接都能够连接得到的，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就是未知，因为时机不到，可能知道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未必是一件好事至少是在那一刻，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呢，有些事情就是我们也要有一点耐心，我们也要去培养自己的信任吧，把这种未来的跟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答案相关的东西交给宇宙去调频。那么当这个时机到来的时候，当我们应该知道的时候，那么自然这个答案就会揭晓。所以这张牌一直都是我觉得这副牌里面很棒的一个，我觉得是 in addition， 就是加进来的这个是未知牌。OK，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个比较现代的牌卡。这个呢是我的用的很多的一个实战特别多的一个牌，这个是安娜 K 塔罗牌。这一副牌呢，大家看这个牌我是有把边框去掉的，你可以从这个颜色里看到它是这种深色调，然后呢中色吧，就是黄颜色是中间颜色，没有太红，也没有说太暗，就那种刚刚好的一种，我觉得是很平衡的颜色放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它的边框已经被我去掉了，所以是画面直接就能够去全部的展现在我的面前。所以这副牌我是在就是为大家占卜当中用的非常多的一副牌这个是我实战里面用了很多的一副牌卡，而且这副牌呢，我觉得是在这个人物的这个情绪的渲染还有就是这个画风里面，我觉得是做得很好的一副牌。而且这副牌呢，我觉得它在人物当中就是年龄它也有考量，就是年龄大的、小时候的长大了，然后呢组建家庭了，我觉得整个它的那个画的就很丰富。这副牌大家可以感觉很有意思，也很有意境。你看这张女祭司，这个是金币1它不是那种一个大的金币，它把更多的一种，我觉得是塔罗牌里的元素能量，真正的用画、用故事在表达。你看这张牌圣杯5，放这里，那么这一副牌呢，其实它是有书的这副牌是有书的，给大家看一下。
这副牌买的时候，我买的时候就是这个版本，它是有这个盒子的，所以它以前其实是有这个边框啊，有这个边框来的。然后你打开这个盒子呢，它是牌在这边，然后有一本书啊，有一本书。对，这个书其实也挺厚的，然后它内容也很好，而且每一个牌你看它有这个就是这个画已经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只需要去，这个我有读，所以你就只需要去看一看，然后呢对着看，你不需要去拿牌，你只需要去读就好了，然后可以写上自己的笔记。这个是很早以前的啊，我有看这个书。对，所以这个是安娜 K 塔罗牌，挺喜欢的一个书，小小的啊，书小小就巴掌大，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像我就是睡觉之前可能就随便拿一本出来看一看，读一读。这个是安娜 K 塔罗牌。那么这个牌呢，我觉得解起来的话是，我觉得没有就是很难啊，就是那种很直接，很明了的一些信息啊，尤其是在做一些跟感情有关的占卜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牌的话我用了很多。好，这个是安娜 K。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啊，这个牌呢，我们来看一下，它是 Halloween 主题的一个牌啊，这个也是现代的一个牌卡，它是跟那个万圣节有关的一个主题的，也是蛮经典的一副牌啊。它这里面的牌呢，就是说它把元素给换了，大家看啊，我们来看一下，你看这里啊，恶魔，我们这里的能量不再是权杖圣杯，而是变成了恶魔。然后呢，变成了蝙蝠啊，然后呢，你看有蝙蝠 ，OK， 有南瓜，你看有南瓜，就是这副牌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跟万圣节的能量是非常契合的嘛，它有那种有点搞笑，有点恶作剧，然后呢又不失它的这种传统的牌卡能量牌卡的这种寓意，全部都会很完整的去展现。你看这里有一个小鬼小鬼呢就是这个水元素啦，圣杯。那么南瓜呢就是土元素 ，OK， 南瓜就是土元素。那么恶魔呢就是火元素，蝙蝠呢就是风象宝剑元素。所以有些牌卡其实是在这个元素当中会替换一些名词它会有替换。这个牌呢是非常有主题色彩的一副牌卡，所以有些朋友，如果你对万圣节很喜欢，然后呢也想去收集一个跟万圣节相关的能量的塔罗牌的话，这副牌呢应该是一个经典的不能错过的一副牌。它的牌背就是这个经典的万圣节的这个黑色的猫咪然后有这种骷髅头这种橙色和黑色，对吧？好。好，再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组牌。这组牌呢是我很喜欢的一副牌卡。这副牌呢，它有很特别的一个，就是怎么讲？对于我来讲，这副牌是特别的一副牌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 Nicolita Schicoli 这个单词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它是这种小白本，有很多个语言，然后很简单的一些很简单的一个关键字吧，放在这里那么这副牌呢，其实它会有一点和传统的塔罗牌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理解，通过它的画面传递出来的这个能量，有的时候会和经典的一个牌卡里的一个意义差得很大差得很大。有的牌卡呢走的是经典路线，就是我们所说的每一张牌卡它在创作的时候都是在那个牌卡能量本身里创作，但是这个作者呢，我觉得他就是很大胆，他的创作呢，我觉得是更加的跳脱，所以这张牌卡就是整个这一副牌可以去很好的做一个就是靠直觉去连接这个牌卡里的能量，而且呢这副牌我觉得也非常适合做和梦境有关的一个连接相关的一个占卜也好，或者是你自己去连接这个梦境想告诉你的意思，每一张牌卡都值得你去沉思或者是冥想，带给你新的信息。比方说我们这边看到的权杖三这个能量和我们传统里的权杖三是完全不一样的。
传统里的权杖三呢，一般是有一个人站在这个悬崖边上，等着对面的那个船回来，对吧？他是等消息，或者是呢他在计划遥远的一个这个未来。但是我们这里的火元素三啊，我们看到这个女孩子她站在这个树顶上，然后呢有很多的玫瑰花绕着这个树，仿佛这里有一个狐狸，它在吃这个花啊，也许他想吸引这个狐狸，发现它，解救它，或者是说这个女生她其实就是想通过她看到了这个狐狸，也许这个狐狸很饿，狐狸需要去被解救，所以她用她的魔法幻化出了很多的这个玫瑰花去滋养这个狐狸。狐狸能不能看见这个女孩，或者是说这个女孩看见了狐狸嘛？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我觉得是空间吧，你要看当时的主题，当时的一个能量的连接，去真正的理解这副牌卡它所表达的寓意。同时呢，这个牌你看我们在看权杖三的时候，一般都是夏季水面已经冰都融化了，是夏季，而当前的这个权杖三呢是冰封的雪地，所以它是冬季的能量，对吧？所以跟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塔罗牌的意思呢差的是比较远的，特别是我觉得很多牌差的都很多所以这副牌呢，其实在做塔罗牌占卜的时候，它会是自成一派的解读。 OK， 所以说有一些可能塔罗占卜师的话，或者是解牌的人喜欢去用传统的经典的能量去解，但是呢可能也会有一些人比较喜欢用直觉或者是通过这种画面。我们在看有的人他去下载这个信息，下载出来的东西不是就是说这个内容的话有很多种，有的人就是看到画面，有的人可能是看到数字，有的人可能是听见声音，所以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每一副牌呢，它都有它的一个特点，或者是说看你去怎样去使用它去运用它。最终的目的呢，都是去真正的连接到我们的这种高我，或者是宇宙要传递的指引，还有信息，对吧？所以呢，这里是很特别的一个Nicolita Schicoli 这样子的一个牌卡，推荐给大家。那么这副牌的难度，我会增加2个难度，就是跟之前的那个经典的塔罗牌维特的话，我会增加2个难度。所以说，你去看就是这个牌卡，你认为如何能去帮助到你？那么这个如果是初级，你想去学的话，那么我会不太推荐这副牌。学的话呢，我还是觉得应该从就是稳定的一个基础，然后你要对韦特牌有很熟悉，那么也许你在解这副牌的时候呢，能够为你增加一个很好的就是底层的一个能量，然后呢你再去通过你的直觉去变换它也好，还是去增加它也好。这边是我的一个理解分享给大家。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在你面前的这副牌卡，也是我用的很多的一副牌。这个呢是我们来看一下Cosmic Tarot， 这个是宇宙塔罗。这副牌呢我有把边框去掉这个牌那白本没有书，我有把边框去掉，并且给它的这个边框加入了不同的颜色。我们来看一下，这副牌是一个很跳脱很特别的一副牌很跳脱很特别的一副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牌背呢是这种大家可以感觉一下，牌背是这种黑色系的但是呢里面的颜色就非常的五彩斑斓。首先我们可以看这个权杖一，对吧？它这个能量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宇宙之光一下子打下来你看塔牌它有它自己的一个画风，它也有一点复古怀旧但是呢这副牌的能量我觉得是比较的，它对人物的一个描绘非常的有特点，它对人物的描绘是非常有特点的。大家看，无论是这里的男人还是女人，你看是不是非常的有特点呢？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么它在具体的这个牌卡，你看这个权杖三里面，它也有自己的一个理解，有的时候呢跟传统也是跟传统韦特牌的能量也不太一样。宝剑二宝剑并不在头顶上交叉，而是放在了它的脚边放在它的脚边，它并没有去看这个宝剑，而且是在晚上的时候可能在思考
OK， 宝剑八不再是一个人，而是2个人背对背，所以这副牌也属于我觉得是一个很大胆的创作，很漂亮的一副牌。我用的也很多啊，这副牌可能在前几年吧用的更多啊。你看这里的人物是不是特别的有特点呢？我觉得这副牌可能是蛮值得收藏吧。那如果你去真的用这副牌去读牌的话，去连接信息的话呢，可能需要去对于有些牌你需要去思考，因为它的能量、它的这种画风、它的这种表达形式，跟传统的韦特牌会有出入。出入不是巨大的，但是会有出入，所以这个牌呢，我会给它的难度增加1颗星。大家可以看我觉得特别适合去看跟人物有关的性格特点有关的一个连接这边的人物我觉得是非常有特点的一副牌。这个是宇宙塔罗Cosmic Tarot。好，我们接下来呢看的是这个应该是 Spiral Tarot。 这个牌卡呢在我前几年用的特别的多，这副牌也非常的特别这个牌大家看是这个小白本，它的牌背就是这种蓝色的，然后它是这样2颗一个就是像那个螺旋嘛，可以正可以逆。它的这副牌的特点就是紫色边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紫色边框红色字。这副牌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符号有很多的符号，包括这个占星里的符号，塔罗牌里面的符号它用的很多。来我们看一下这副牌，我觉得它在人物的这种理解上面我觉得是比较平衡的，就是阴阳的能量很平衡。然后呢，这副牌里面，我觉得它的复古的能量也是有一些的，既有复古的，也有现代一点的大家看，这副牌的颜色呢，我觉得它是比较就是那种紫色系增加了它的那种神秘感。而且这副牌它不是所有的这个它所画的这个能量都是跟传统的塔罗牌是一致的，有一些牌很像，你看这个权杖3，对吧？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它是有这种传统韦特牌的这个影子，但是呢，有一些牌就不太一样有些牌它可能把能量更加多的去夸张化，比方说这个金币2，它就有这种小丑的这种头发是不是很像小丑的那个帽子呢？有这种打趣的，对吧？它有在这个能量里面去变换。然后呢，你看这一张牌命运之轮，它有这个人在剪动这个轮子的绳索，也有人在推动这个轮子，并且它还加入了12星座的能量放在了命运之轮里面，所以它其实是有增加扩大或者是加强某一个元素它的理解。宝剑1宝剑1这边呢，你看不仅有手，它还有眼睛不仅有手还有眼睛，而且我们看不到后面那个人他的这个究竟是谁有一个很大的面具，而且当前的这个是人吗？不知道，有可能是另外一个什么样子的生物，对吧？所以它的这个能量是有一些变换的这张你看金币5，它不仅能看到这个教堂里面，还能看到教堂里面的人，所以它有一些能量会有一些变化。而且我觉得他所描述的，他想去表达的这副牌的意思是非常，我觉得是很鲜明的很鲜明的，也有这个我觉得创作这个牌这个作者他的个性在里面。比方说力量牌，它有这个狮子座的这个图腾这个符号，包括这个火元素，它都把元素直接画在了这一个牌面之上。所以如果有一些朋友你对元素对符号很感兴趣的朋友，那么这副牌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你可以去留意的观察一下，去看一下。好，那么这边呢是 Spiral Tarot 螺旋塔罗。好，那我们来看接下来的这副牌。接下来的这副牌呢是我近期收藏非常有特点的一副牌，它的名字呢叫 Tarot of the Sweet Twilight 这个是甜目光塔罗就是这种对很有意思，大家可以看它的牌背非常有特点，大家可以看一下，是这种
比较梦幻啊，比较梦幻，然后用了很多的这种深色，梦幻而且神秘啊，深色、梦幻、神秘啊，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是带来的这种能量和氛围吧。好，我们看一下里面。里面呢，这副牌的创作比较的，我觉得是比较跳脱。它不仅有人，而且也有一些像这种小的这种另外一个世界的这种联想和创作。不确定他们是哪一个世界、哪一个国度，或者是哪一个比方说他生活在哪里，但是呢，他会跟人产生连接。大家看后面的这个，对吧？它的能量的话，会有一点跳脱出传统塔罗牌。宝剑五，如果你是想去读传统的韦特系列的话，那么这副牌的话，我不太就是说推荐给大家。这副牌呢，更加多的是用直觉去连接，或者是用你的理解。你看它的这种能量啊，宝剑国王和我们平常看到的宝剑国王是不太一样的，它有它自己的一个创作和联想。你看这个宝剑国王，他并没有就是面对着我们，在他的头顶之上有很多的云彩。然后呢，这个云彩里面幻化出来的可能都是他的思想。那么你需要对传统塔罗牌有一定的理解，然后呢，再进一步的用你的直觉去看去连接当时你在连接能量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但是这副牌我觉得是非常有现代感的。你看这个圣杯二非常有现代感的一副牌，而不是那么古老的，对不对？你看权杖七，它有这种变换，有一只大黑豹站在他的脚边，对吧？而且这个女生她的这个脚这个地方仿佛是一个枷锁所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看这一张宝剑骑士，他站在这个地方，而且你看这个宝剑骑士，他这边还有一个人，这个人他看得见吗？还是说这个是他的指导灵呢？对不对？而且这个地方的马变成了独角兽这个是宝剑骑士。这个牌也是属于那种你可以去慢慢的看，慢慢的去沉思，慢慢的去连接，究竟你在这个能量里你看到了什么，你听到了什么当然也要针对你当时的这种问题，或者是你想去了解的一个主题这张牌的力量牌和那个公平和正义牌是倒换的有的时候8号牌跟11号牌的能量，每一个作者他用的这个顺序会有变化。这副牌呢，它的8号牌其实是公平和正义那么它的11号牌就变成了我们传统韦特牌的力量牌。权杖一，有一个大大的苹果，金币8，这个是大主教所以它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它不一样，对吧？它非常不一样。这个是圣杯骑士，权杖皇后，恋人牌，战车牌这个战车就很有意思了，还有一个人在上面摇。那么马有没有拖他们？这个人在跟这个人对话吗？还是说这个人在听他的？是谁在驾这个马车呢？还有一条蛇围绕着他，缠绕着他，对不对？谁在驾这个马车马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有没有绳子？这个就是非常的，我觉得是脑洞要大一点的人或者是说去激发你的灵感，这样子的一副牌。OK， 这个是我们甜蜜的目光这个是塔罗，好不好？好，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现代主题的一个塔罗牌。我们接下来这副牌呢是大名鼎鼎的古火塔罗这个呢，这副牌的作者是澳大利亚人他创作的古火塔罗，好像近期呢他们又出了新的版本。那么古火塔罗呢，其实这个牌我是有去掉边框我有去掉边框，因为我想把这个画面全部都饱满的带到我的眼前。这副牌呢，它的灵感应该是跟那个纹身跟纹身有关的一个主题。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权杖一，大家可以去欣赏一下。它的权杖呢有菠萝非常的有这种变化，然后有扑克牌，有纹身这样子的一些主题放在了它的画风里面。宝剑国王，
这个是金币一。但我觉得这副牌还是比较好的，保留了传统韦特牌的一个能量啊，就是它的这个韦特牌的影子很明显的。圣杯皇后，圣杯一，非常的热烈啊！我觉得这副牌是很热烈的火元素。宝剑七，权杖五，塔牌，这个是权杖皇后，这个是死神，它直接用的是数字13。圣杯七，愚人牌啊，愚人牌这边是一个女生，好，那古火塔罗呢，这边就不是小白本，古火塔罗的盒子很大啊，这副牌的盒子很大。那么我们去打开它，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挺漂亮的啊，古火塔罗。然后它里面有书，大家看这个是盒子里面，这个是书。古火塔罗的书很大啊，这个也很值得大家去读一读。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些内容写得很好啊，这个是有很多的，这个书写的非常的好。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它的创作的一些东西，这个是牌阵啊，也有牌阵，然后是 Part 3啊，你看这里面的这个牌啊，就已经变成了这个彩色了啊，这个读起来可能就会更方便了。看一下，对，它这个是纹身和塔罗，它要把这两个元素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他创作的灵感。然后这个是大牌 Major Arcana， 然后呢有 Minor Arcana， 这是第二部分，然后第三部分就是 Reading Tarot， 这个就是有一些实战的一些运用，然后还有一个牌阵索引，然后第四部分呢就是关于这个作者他想去表达想去说的一些话。所以这里是古火塔罗，也是挺不错的一副塔罗牌，而且呢它跟韦特史密斯的话是连接在一起的。大家可以去，比方说你刚开始你学到了韦特史密斯，你就可以从这副牌开始慢慢的往上去叠加你对塔罗的理解，你对塔罗牌知识的一个储备，对吧？好，古火塔罗推荐给大家。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副牌。是什么呢？好，这副牌很经典啊，这副牌有非常强烈的一个元素，这个是美人鱼塔罗。它的牌背呢就是这种水草，然后是这个金色的金珠啊，水草和金珠，这个是金色的珍珠，对不对？这个是美人鱼塔罗。我们来看一下，这副牌呢是典型的那个 Levelland 它的那个系列啊，它的牌这个大小都是那种稍微小一点的。然后呢，牌卡是那种亮光。这副牌我觉得很热烈，尽管它是美人鱼系列，是水里的啊，但是我觉得这副牌很热烈，它的能量非常的，就是哪怕在水里面都有很强的火元素，能够去让你很振奋啊，让你很激动。大家看一下，这副牌非常的具有那种力量啊，就是那种海神波塞冬啊那种感觉。你看这个是权杖国王啊，我们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里呢也会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强大的守护之力，强大的魔法之力，它发生在水里。但是呢，这种强大的力量之外呢，也有强烈的温柔，毕竟是水元素嘛。所以我觉得在这副牌里面非常好的结合了刚柔这种力量和温柔两种能量这个是男性和女性、阳性和阴性能量非常平衡的一组牌。这个是权杖一，大家看多热烈，权杖一非常热烈的一个火元素啊，在水里。有的时候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元素啊，它在它另外的一个可能能量上不太一样的背景之下，反而显得它的元素的那能量更加的凸显
这张牌的死神是很有意思的，它跟韦特的死神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可能它也加入了作者对于现代环境污染的一个关注，对吧？你看，大家可以感觉一下这张牌的死神牌，我会看很久。我觉得这里有很强烈的一种，作者想带入的一个思想，他想去传达的信息。金币侍者，圣贝尔这张牌是人鱼之恋，对不对？不再是传统的。怎么讲呢？我觉得他把传统的意思更加多的放进了这个主题，而且呢，我觉得他的这个元素以及牌这个圣杯2这张牌的能量，表达的是非常的到位的。你看，从2个地方来的2个人，一个呢是来自于水里，是美人鱼；另外一个人呢是来自于大陆，是一个人类。但他们呢在此处相遇，他们呢在此处相恋，对吧？2个人相互的滋养。这个是十指相扣，惺惺相惜，圣杯2。好，这副牌是有大盒子的，就这样子这副牌是有大盒子的。这副牌的书也非常的好，大家看，有这样子一本很大的书牌卡在里面。打开这个书，所有的文字都是彩页已经做成了那种杂志了已经做成杂志了。每一张牌的画面已经变成了完整的一个彩页。所以这张牌这副牌除了牌卡以外，我觉得这本书也非常值得收藏。你可以在平常的时候翻一翻看，去理解它每一次去看你都可能会有新的感受。而且呢，在更放大的图片里面，也许你能看到一些平常在牌卡里面被你忽略到的细节，包括你看这个人手上的这个图腾是什么意思，对不对？这个国王他的表情，这把剑，对吧？所以这副牌呢也是非常经典中的经典给大家推荐。这个是美人鱼塔罗。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看，接下来呢要给大家看的这副牌，它的名字是已经 Dreaming Way Tarot 这个是 Dreaming Way Tarot。 好，这个牌卡就是小白本来的小白本，然后它是这个 US Games 它的这个出版社吧，它的牌背就这种绿色其实我觉得这样子一点一点的挺像那个，就给我的能量就很像那个蜂窝它的一个特写但是绿色的嘛，绿色为背景。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的颜色的感觉它里面的颜色呢，我觉得是白色、绿色用的比较多白色、绿色，然后呢是这种很年轻的色彩的一个搭配。好，我们来看一下，一起来欣赏一下这副牌。这副牌呢，本来它是有白色边框的，那因为我是想把它的画面全部更加多的拿出来，所以呢，我把白色的边框已经去掉了。你们现在看到的呢是没有边框的一个版本。大家可以看一下，欣赏一下这副牌我觉得这个牌有很强的那种白色系、绿色系，非常贴近自然非常贴近自然。然后这副牌卡呢，它给我的感觉就是整体能量是偏年轻的。从它里面选的人物的一个样貌感觉到这个牌的能量是偏年轻的。然后呢，这个牌给人的感觉是很干净的。这副牌呢也是有非常强的韦特史密斯这个牌卡里面的能量，就是有很多的元素，大家可以看到都非常的明显。但是它也会有一些改变，比方说圣杯皇后这张牌，它就会有孩子坐在母亲的旁边，所以它会把有一些能量可能直接就诠释出来、画出来，对吧？圣杯皇后一个母亲的一个原型，它会把孩子放出来，所以你可能会看得更加的真切有些能量可能会更加的清晰，被强调化，对吧？这个是 Dreaming Way 整个这副牌呢，我觉得它的宝剑元素画得很美宝剑元素它用了这个冬季为背景，冬季为背景的宝剑元素，然后呢是夏季为背景的火元素，秋季为背景的一个
火元素和土元素的感觉啊，春秋两季，对吧？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 Dreaming Way 啊 ，Dreaming Way 这副牌呢，它有一些牌卡也有做它的大胆的创意，不是所有的牌都是直接去套用韦特史密斯牌卡的一个系统，比方说月亮牌，它有用月亮牌的能量，但是却没有把月亮牌所有的元素放在它的月亮里面。所以这副牌呢，其实我会建议就是说，如果你有了很好的韦特史密斯的读牌基础以后，然后呢可以去叠加再一次的增加自己的一个对牌的理解的话，你可以在这个第二个层级去搭建自己的一个我觉得是对牌卡的理解也好，还是对自己塔罗牌的知识储备也好 ，OK。所以呢，这个就是 Dreaming Way Tarot， 好，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这一副牌是什么呢？我们来打开，这个是应该我的老朋友很熟悉的一副牌。这副牌大家平常看的也多这个是 Paulina 的一个 Paulina Cassidy 这个作者的牌我很多，但是呢我没有他 Paulina 的那个以他姓名为命名的一副塔罗牌，我现在还没有买，那之后呢可能会收集。我非常喜欢 Paulina 的作品，他的作品就是整个这个作者的作品呢，都是以比较就是线条，然后呢很繁忙，就像那种彩色铅笔画出来的，大家可以看，就这种，给大家看它的牌背就黄色嘛，然后它的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就很淡很素因为它有这个白边框，所以看得不是很清楚。我们把它打开吧。这个是 Temperance， 这一副牌就是我的这副牌，黄色的这个牌背的这副牌呢，叫做Joy DV Tarot 这副牌其实我觉得很像小孩子。听说 Paulina 画这副牌的时候，也是给她的女儿，就是为她的女儿所做的一副牌，所以这副牌呢有很多那种就是小孩子的内心当中可能会看到的一些很可爱的。有童真趣味的一些带有魔法的画面感非常的强烈所以我觉得这副牌对于我来说，它一直是一个像小太阳一样，是内心孩子的能量的写照。比方说这张牌金币国王，它就是用的那个兔子这个兔子呢就是小孩子一般可能都比较喜欢小白兔，很单纯对吧？但是小白兔呢它也非常的聪明，而且呢在一些就是西方的那种就是奇幻的故事里面吧，包括魔法相关的，就兔子一般都是跟魔法有关的，从那个帽子里变出兔子等等所以他就用了很多这种元素来创作这副牌，包括这个飞鱼整个牌的能量就是这种淡淡的水粉的或者是铅笔淡淡的铅笔的颜色，但是呢它的能量其实仍旧非常的强大虽然说它的画面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带有那种西方魔法奇幻的感觉，但事实上它的这种寓意也仍旧非常的强大，而且这副牌里面就有我读这个小本本里的信息，虽然说这也是一个小白本字很小，但是呢内容很丰富所以呢 Paulina 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作者他的牌我好像只有最后那一副没有，其他的我都有看看今天有没有机会给大家都看一下。所以呢这个是 Paulina 的 Joy DV Tarot Paulina 对，大家看一下这副牌你们是否喜欢呢？这副牌的话，如果说跟那个韦特史密斯的牌去做比较的话，这副牌其实和韦特史密斯的能量是比较吻合的。大多数的创作都是从韦特史密斯的原本能量过来的就是我觉得是有变成了这个主题，就是这种孩子世界魔法的主题，但是呢每一个史密斯韦特里面的元素它都有几乎全部都用到。比方说这个节制牌这个红色和蓝色的火焰相互的融合，那么在当下呢变成了这个女生的头发。好，这边呢是 Joy DV Tarot。
好，再接下来呢，又是一个好朋友。这副牌呢，其实我会觉得是我近期用的很多的一副牌，大家应该很熟悉。这个是 Deviant Moon， 这副牌呢，我觉得是塔罗界里面很特别的一副牌啊。这副牌的能量，其实我也会觉得非常的水平啊，非常的水平。这个是它的名字 Deviant Moon Tarot。然后呢，这副牌卡。我有一部分我有把它画成黑色。这副牌我的这个呢是没有边框的版本啊，没有边框的版本。然后呢，这个作者啊，听说他是在梦境当中，就是说每一副牌做一个能量的连接，然后呢再慢慢的把它创作出来。所以说，如果有些朋友对这个画风啊，大家看到这个画风非常感兴趣的话，其实是可以去买他的那种书，因为这个作者对这副牌，他有他自己的一个书，非常的大，非常的厚啊。但是我没有买那个书啊，没有买那个书。这副牌呢，对于我来讲，我主要是通过直觉以及传统塔罗牌里的理解啊，当然了，还有就是在占卜的时候，具体我所看到的能量啊，来做一个解读。那么这副牌呢，我会建议就是稍微的至少吧，你可能要对塔罗牌有一段时间的这个练习，或者是高阶玩家都可以去尝试这一副牌。这副牌的能量里呢，我觉得它的信息是很多的，而且这副牌它其实是可以做 shadow work， 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不会每一天状态都很好，我们可能不是每一天都是那种开开心心的感觉。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带一点那种讽刺的，带一点那种滑稽的，带一点对黑暗能量的一种勇气吧，然后再去理解它。所以这副牌我觉得就是刚刚好啊，它有很强的潜意识能量，从另外一个世界当中连接到的信息，包括你们看到这里所有的人，他的脸可能都是这个月亮的其中一面，而月亮呢，它代表的是我们的一个可以说它是我们的情绪，它可以是我们的一个很真实的一面啊。太阳的能量呢，可能更加多的是我们积极阳光想要去投射出去的能量，而月亮呢，它的能量更多的是一种 reflection， 就是反应。有的时候呢，可能代表着我们的历史，代表着我们的过去，那是我们不能够磨灭的，已经发生的，那是我们人性里面本来就有的。可是呢，只有当我们能够勇敢的去面对这个本来就有的人性，我们才可以在每一天的太阳之下去选择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成为谁。所以呢，我觉得真正的勇敢并不是否定过去，哪怕这个过去有的时候是不堪的，哪怕这个过去有的时候是让人觉得不堪回首的或者害怕的，但是如果你敢去面对的话，尤其是敢于面对这个自己的每一面那么可能你会获得的是真正的力量可能你获得是真正的力量。所以这副牌呢，其实把一些我们所谓的黑暗能量它用一种有点讽刺、有点滑稽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展现了出来而且每一张牌都值得你去，我觉得是你每一次的连接里面可能都会发现不一样的讯号这也是为什么对于这副牌我并没有去读它的那个作者的书暂时还没有。我希望能够首先这副牌是我的牌，然后呢我再去看这个作者他是怎么样去就是说他是怎么样去理解这副牌的。所以呢，在牌卡的连接的过程当中我会先把我的能量放进去，然后再来叠加作者的能量，或者是叠加其他人对这副牌的理解。 OK， 好，那么这里呢就是 Deviant Moon Tarot。 OK， 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好，我们继续了。接下来的这副牌呢，仍旧是一个非传统的塔罗牌，就是非传统韦特史密斯的塔罗。这副牌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很经典的一个浪漫，它应该叫 Romance Tarot。对，就是这个画风，这个是小白本里面的一个解释有很多个语言。然后呢，它的这个牌背就是这种玫瑰花带刺的玫瑰花，颜色非常的鲜亮。然后呢，你到里面来以后，这个颜色就变得简单。
这副牌并不是传统韦特史密斯的这种完全一致的感觉，它里面有比较多的这种创意，或者是有一些改变。比方说你现在看到的这副牌呢，就是 Temperance 节制牌，它并没有传统塔罗就是韦特史密斯里面的红色蓝色火焰的这种交融啊。它这边看到的，你可以看到它是这个女生在倒酒，这个酒感觉已经洒出来了，然后这个女生有一个面具这个男的在看着她，然后这个女生在看着酒，但是她心里在看着酒还是在看着这个男的呢？如果她是在看着这个酒的话，为什么酒会洒出来，她还在倒呢？所以这副牌里面也会有很多的故事，也会有很多的就是你可以去感受的，它偏离或者是有所区别和这个经典有所区别，大家可以去看。但是你看它在这个画里面，它又会有那个月亮牌，你看它又会有月亮牌的一个背景在这里，所以说很有趣的一副牌很有趣的一副牌，可以去看。这副牌呢，浪漫塔罗嘛，它很特色的地方我感觉就是说它有很多这种男人女人之间的一些场景男人女人之间的一些场景是在这个比方说恋爱或者是交友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看到的场景。比方说你看这个人这个女生她把这个窗帘打开，有香薰，这个男的还在床上睡觉，然后这个男的手上还绑了一个丝带，对吧？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有一点那个成人的一些故事在里面。大家看这个男的在帮这个女的解这个是在帮他记还是帮他解呢？这个是土元素石这个有可能是他老婆，对吧？这个可能是发生在家里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副牌我觉得是跟感情有关的吧。或者是你想看在社会当中人际关系，或者是有点复杂的有一点暧昧的这种关系的话，那么这副牌也许能够帮你更加直接的去连接到一些场景或者是一些信息，给你一些指引。这个是权杖1，这个是金币2，对吧？它的这个能量跟传统的塔罗牌的这种画风韦特史密斯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权杖9，这张牌就有意思了。权杖9的能量呢，一般讲的是就是还在坚持还在坚持，继续的去，就很难，但是还在挺着。我们在这个画面里面看到这个男的和这个女的在这个比较像是吻别，对吧？然后这个小孩子呢是在这个房子的栅栏里面在看着他。也许这个孩子是这个男人或者是这个女人的孩子，而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有一个人是他的亲人，有一个人可能不是这个就可能就是非常现代版本的这个是情感里面的一些事情。所以呢它的命名就是浪漫塔罗。所以这张牌我觉得应该是18岁以上成年人，或者是恋爱的时候，或者是触及到这种暧昧关系的时候吧，我觉得它可能会更加的直观，或者是能够帮到你。那它会跟传统的塔罗还是会有所区别的。但是这副牌呢，我觉得它也是非常直观的吧。我觉得有些事情就是不是藏着掖着，也不是把所有的事情都美化掉，好像什么都是美好的。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长大之后，大家走入社会就会知道，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那么的美好，都是那么的完美。所以当有问题的时候，或者是看到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所以这些问题并不能够被回避掉，也回避不了。所以有的时候塔罗牌通过一些画面，通过一些可能会让人不舒服的画面，反而能够激发出也许你是对现实对事实的一种勇敢的直视，从而进一步的去寻找从宇宙那边看到的指引和建议，让自己可以从这个迷局当中走出来，救自己。 OK， 所以呢这里是一个浪漫塔罗浪漫塔罗。好，好，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的这副牌呢，大家应该也很熟悉了这副牌是纯白塔罗，我们来看一下好，这副牌纯白的颜色也跟它的名字一样。这副牌卡呢跟韦特史密斯就没有什么就是太大的关联了因为它整个这个牌卡里的画面呢都是作者可能
就是用的一些照片吧，我觉得是照片，然后通过这个图片的修剪或者是图片的一个改变，编辑而成的一个画面。这副牌呢，整个都是白色，它呢会有关键字放在这个牌里面。我知道对关键字就是每个人他的理解不同，有些人呢可能会更加希望能够看到关键字，比方说当你对塔罗牌的意思还没有就是很熟练之前，可能你需要关键字作为一个就是提醒你让你知道到底这个牌在讲什么。那么这副牌呢，也许它的这个设计可以帮到你，但是呢有一些人他在做这个读牌的时候，也许关键字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就是分心他可能更想去用直觉来理解，就是每一副牌在他所问的问题当中究竟给了他怎样直觉上的一个指引。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因人而异了这个这个就是 OK， 每一副牌不一样。所以今天的这个纯白塔罗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它的关键字还是挺多的，而且它的关键字里面既有正位的解释，也有逆位的关键字也有逆位的一些关键字。但总体来讲，这副牌的能量我觉得还是比较光亮的，就是说它会比较正向一些就算是比方说逆位的牌卡的信息，它也会给一个就是比方说 defense 这种比较中立一点的，不会太过于极端的一个解释而且它的画面里面虽然说不是韦特史密斯的这个传统的4大元素作为这个画面，但是呢他也选择了他认为可以去尽量的诠释这副牌或者是他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对吧？大家可以看一下星星牌用的是星星，月亮牌有月亮权杖9它放的是一个长凳，魔法师呢它放的是一匹白马宝剑骑士呢用的是2只北极熊，世界牌用的是地球仪宝剑8呢用的是一个鹅卵石。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纯白塔罗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那我们就继续来看这副牌呢是哪一副呢？这副牌我之前用的多，最近用的少了一点了这副牌它的名字呢是 Jumbo Tarot， 这里呢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个爱尔兰的一个童话故事改编的一个塔罗牌这个书我也有我有买到。这副牌卡呢非常的有灵性我觉得这副牌非常有灵性，它属于那种典型的把你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是一个童话般的世界这是一个童话般的世界。那无论是从画面还是从我觉得是你可以在这个塔罗牌的这种定义当中，就是你熟悉塔罗牌之后，你可以从里面看到，既可以看到韦特史密斯每一张牌它的那个能量你也可以看到就仿佛身临于一个童话故事看到这个有点像剧情或者是有点像故事那么你去用这副牌的时候，像我用这副牌的话，我就会看就是究竟是塔罗牌的能量更加的直接，还是有的时候可能这个能量故事里的信息更加多的去触动了我的内心。大家可以看这副牌就是非常像身临在一个童话故事里面当然它也是童话故事改编的。比方讲这个宝剑2，你看这个小孩子他在跟这个恶龙在做一个这种对抗。宝剑2也许这就是我们思想当中的恶龙，我们希望斩断这个思想里面的恶龙对我们的干扰，从而能够做出清晰的判断。所以呢就是对这个牌我觉得还是有这种传统的韦特史密斯每一张牌卡的这个能量作为你的基础，然后呢你再去看这个牌究竟通过这个画面在传递什么样子的信息，可能会更有意思。这张牌是圣杯5圣杯5，仿佛这个人他所看到的这个信息，大家可以看这个也许是他想到的一个人，这个也有可能是一个实相。我们圣杯5的能量讲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说
过去的感情啊，它可能有的时候是悲伤的一个感觉，我们很想去挽回，或者是我们经历了一些事情让我们难过，但是呢，圣杯五里面也有能量讲的是说，我们回过头来会发现一切都没有变，其实该来的该在的其实都在那个地方。而我们现在的这个圣杯五呢，大家可以去看究竟这个人他是真的显化出来了，还是在他的梦境里画出来了，还是他思想当中那个人画出来了，还是说这本来就是一个实相，又或者这是他曾经的自己呢？所以在这种更加有这种意象的塔罗牌里面，需要你去通过你的连接通过你的连接，通过你的一个直觉去理解当时宇宙给你的信息，还有能量的传递。 OK， 所以这副牌我会增加2个难度给大家这个牌呢我会给大家增加2个难度。如果你是初学塔罗牌的话，那么还是一样的，就是先把基础打好吧，然后呢你可以去叠加，这个是再一次的去叠加你对直觉的运用，或者是你对塔罗的理解。 OK， 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 Jumbo Tarot。 OK， 好，那再接下来呢，这副牌是大家近期会看到我用的很多的一副牌，有的时候我会叫它好莱坞塔罗，因为里面有很多好莱坞明星的一个故事和场景。那么这副牌的名字呢其实是这个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是这副牌。这副牌呢大家都知道，这副牌首先它的这个牌背是这种粉红色，我非常喜欢的。然后呢这副牌没有边框非常喜欢这副牌没有边框，它保留了大多数传统韦特史密斯牌里面的信息和能量，比方说 Temperance， 但是呢它把它赋予了那种好莱坞的那种背景，好莱坞的一个主题，大家可以看就特别像梦露从那个豪车里面下来，战车。这副牌呢给我的感觉其实很奇妙，我觉得这副牌很好读，然后呢给了我很多信息，而且是额外的信息。在它的这种 minor arcana 里面，有的时候并不是人物，有的时候有点用那种数字他们叫 pip deck， 就是说用一些元素数字来代表着这个牌的能量。比方说圣杯五就是5个酒杯，但是这5个酒杯我觉得也足以去理解吧，就是很好的去看到圣杯五这张塔罗牌里面的能量和信息。你看圣杯10，大家可以看这个就是只有圣杯杯子在这个地方但是它不同的场景这个摆放的不同，大家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它的这个能量是不一样的，对吧？金币2有很多这种好莱坞复古现代风吧，这副牌给我的感觉土元素金碧辉煌的宝剑审判权杖骑士是不是表现得很到位呢？这个权杖骑士拿着玫瑰花坐在这个跑车之上其实这副牌我觉得它的这个小牌就是 minor arcana 更加的有这种解读的深度。比方说这张牌金币62个面具6个金币，它代表着什么呢？金币6传统的意思是一个很公平的一个我们所谓的给予和接受，对吧？很公平的给予接受，你愿意给我愿意拿，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讲的公益都会是金币6的能量。但是在这一副牌里面的金币6是2个面具，一个人在笑，一个人呢可能是伤心和难过，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平等呢？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平衡呢？还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高兴和不开心的两面，在随时的切换？我们针对不同的人，我们针对不同的事，我们将会拿出不同的面具以相对。但是无论是什么，也许在内心都会有另外一个声音在跟我们对话。所以呢，就是这副牌里面的小牌里面有些牌我觉得是看起来简单，但其实是很可以让你去进一步的去解读，进一步的去看的。 OK， 宝剑国王有点像海盗国王，象征着他喜欢的自由，是不是？然后是权杖2这个大家可能没看到这个宝剑国王。这副牌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一副牌。这副牌没有小白书就是说这副牌它并没有任何的解释，你买到就只有牌。所以说当你
对塔罗牌就是韦特史密斯的牌非常的熟悉啊，非常的熟悉之后呢，大家可以尝试这种牌，就是你不再需要解释，不再需要作者跟你说太多，你只是凭自己的一个灵性，自己的一个解读去驾驭这副牌的时候，那么这种牌我觉得也是给大家推荐的啊，很好用。好，那再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就是说，介绍的是3副牌啊，3副牌。这3副牌呢，我拿到一起是因为这3个牌都是同一个作者，就是这个 Chris Ann。Chris Ann 是我觉得他对塔罗牌的这种美的追寻，还有对牌卡深度的理解都非常的到位。他会有对每一副牌我记得这副牌是有网站的，就是你可以到他的网站里面去看到每一张牌他的理解，他做的诗他还为每一个牌做了那种背景音乐，非常的我觉得是很美很有深度，然后呢可以感受到这个作者对塔罗牌的热爱。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他的经典牌，就是这个缪斯塔罗。它里面的这个小白本就会更加的厚内容也会更加的多。虽然说字还是太小了我对这个小字我实在是有一点就是抗拒，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去它的网站去看去听缪斯塔罗，我的这一副呢是新版本，它还有一个更古老的版本，它的这个牌的四周本来就是红色的，那么这副牌的红色是我加上去的这个是缪斯塔罗。那么它的这个牌背是这样子，浅绿色带粉色玫瑰，非常就是女生我就觉得应该是很喜欢吧，这个颜色非常的美。好，这副牌呢很多人都说是拿来用作创意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项目，而不是真正的用来做塔罗牌的解读。但是呢我觉得这副牌其实用来做塔罗牌的解读也是非常的我觉得是非常的怎么讲呢，就是我很喜欢，因为这副牌呢应该是在传统的能量之上增加了很多你可以去进一步的连接的信息，所以这副牌看起来我们可能会说它很漂亮有的时候大家对美女可能也会有一种误解，谁说漂亮的人或者是长得帅的男人就不能够有思想的深度呢？谁说这个好看就代表着他很笨呢？所以说这副牌可能就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是很有感觉的，就是这副牌真的很美真的是美到了一个高度。但是呢这副牌它的深度绝不会逊于，绝不会亚于任何一副塔罗牌。这副牌呢我会建议就是说你对它就是传统塔罗已经有了很好的一个理解，你想再进一步的去和塔罗牌做一个更加深度的连接，或者是进一步的让自己和塔罗牌有更深的一种连接，那么你就可以用这副牌。这副牌呢可以去激发你对很多塔罗牌能量的一个理解。有些能量呢也许你知道，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你会被很简单的一个画面或者是很简单的一个元素就是说你会只看到那些信息，但是呢你如果有了这一副牌的话，可以激发你对这个牌里其他能量的一种激发和灵感的到来。比方说这一张牌火元素的缪斯，它用的是这样两面OK， 它是这种横向的一个，所以我觉得在这副牌里面应该侵入了很多这个作者对牌卡的热爱，还有他对我觉得是创造性这副牌就整个 Chris Ann， 我觉得他对塔罗牌是真的有热爱，有很多他的创造性，他的创意会在他的牌里面非常的我觉得是一个很认真很敬业的一个作者他的牌我每一副都会追加他的牌我的每一副都会追加，然后呢也是非常喜欢，从来就没有让人失望过这个是给大家强烈推荐的一个作者吧，应该这样讲。所以他的每一副牌都看你喜欢哪一个，当然这副牌的颜色可能是比较鲜亮的更加多的是这种女性化的女性呢作为这个缪斯应该是国王的能量，它也是用的女性，所以这副牌它的女性的能量是很强烈的作为这个女性的话我会给她点一个赞很喜欢这副牌。 OK， 这个是缪斯塔罗。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同样是来自于 Chris Ann 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牌，是这个 Light Seer 啊，这个是光之先知塔罗牌。这个牌呢，现在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书了啊，刚刚出版的，就今年出版吧。然后这个是它的小白本，这个小白本也是比之前的我们看到的要大很多，内容也会多很多，写的也非常的好。这个网站我会建议大家去看一下，有那种音乐、冥想等等。因为这副牌我实在是太喜欢了，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个牌我是有加这个边框的啊。我记得它的那种就是原始版本来边上就是有颜色的但是我没有买到原始版，所以我是自己给它加了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颜色，我也很喜欢。这个牌呢用了很多，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有一点点弯弯了啊，用了很多。好，我们一起来看这副牌的牌背的话是这种深色，但是里面的颜色真的是非常的鲜亮啊，非常的鲜亮。我觉得很多就是我看很多的塔罗牌的这种博主吧，就是有些人就会说这是他们的灵魂塔罗啊，这是他们最喜欢的一副牌。这副牌呢确实是非常的经典，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就是对这个塔罗牌的能量啊，特别是韦特斯密斯这个系列里面的能量理解的非常的到位，很有深度啊，每一个人物精雕细琢，然后呢非常的讲究细节里的考究颜色、画风包括一些细节都是非常的就是值得你去看去冥想也好就是每一张牌就是不用去看哪一张牌，就是每一张牌都是很美丽的，每一张牌都是非常就是我们所谓的满分吧这个是 Light Seer， 大家看这个牌真的很漂亮。然后呢它的内容你看，这个金币二一边呢是钱包，另外一边呢是一个五角星的一个光芒，那么另外一边呢也许是他的想法，另外一边呢可能是另外一个东西，这个能量当前是空的这个能量呢也是这个包包的一个缩影，因为它的五角星在这边也会有，所以这边就是有很多的你可以去发挥的东西。这副牌会继承了非常经典的，你看这个愚人牌继承了很多经典的韦特史密斯能量里的信息，但是也会有新的创作。悬崖、愚人，它的那种包包这里没有了，只有一个权杖倚仗的这个权杖，一个水晶。那么这个所谓的下方，它跳下去的地方有这种我们看这个能量的矩阵，代表的是宇宙会接住它，他只要勇敢的往下跳，只要他信任他，所以愚人牌的能量是很好的放在这里。而从他跳下去的这个地方有黑色的铅笔勾勒，黑色也许这边是代表着他不想再回首的东西，也许是这种缠绕出来的东西，那么他只需要往下跳就会有新的空间，仿佛是一个新的传送阵在等待着他，一个全新的世界在等待着他，而他拥有的是这个世界里的钥匙。很多时候这个新的世界里的传送门的钥匙就是水晶，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作者应该是对于一些文化的东西或者是对塔罗牌的理解应该是非常深的，对吧？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的 Light Seer Tarot。那么最后呢，还是来自于 Chris Ann， 他最近期的创作是这个 The Tarot of Curious Creatures。 这副牌呢是把动物和人这个是它的里面的这个书，这副牌呢把动物和人作为了一个连结。我记得有一年应该是2023年2024年吧，就是这种跟动物能量相关的一个信息是在塔罗界掀起了一个热潮，很多很多跟动物能量相关的创造无论是塔罗牌还是神谕卡都非常的多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对这个小动物的能量非常的有感觉，所以呢在这个能量之下我看到这个 Chris Ann 他也创作了一个跟动物有关的塔罗牌。这副牌呢是很典型的，就是人物和动物的结合。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个牌里面相当于人和动物融为了一体。OK， 所以我们既可以看到每一个动物它的这种精挑细选，为什么在这张牌里面选的是北极熊，为什么在那张牌里选的是大象这个我就觉得已经非常有考究了。然后呢再是把
人物啊，人物的穿搭，人物的这个背景，男性还是女性，以及他的这个穿着，我们可以通过他的穿着看到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或者是他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特点。比方说这个戴眼镜的大象，她可能是一个老奶奶，她也许不是一个年轻的阿姨，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副牌是比较我觉得是很有趣味性的。但是呢，它的能量里，你看这个圣杯5，这是一个金鱼，那么他拿着这个织网圣杯，对不对？他把这个鱼的故事和人的故事和塔罗牌的故事全部都融到了一起。也许这个渔网勾出的东西并不是他想要的东西，他不想被渔网勾住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环境污染里的一些热议的一些话题，对吧？在这个牌卡里面他也有说出来。而且你看圣杯5的能量可能是伤心的能量，所以它的背景也用了黑色作为这种渲染。从鱼的表情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可能不愿意，他可能不开心，他可能很迷茫。但是呢，我们又在圣杯当中看到有3个圣杯都没有倒，屹立不倒，而且还有光芒，所以一切都是有希望的所以这副牌卡其实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很积极的，很带有希望的一个牌。这副牌也是有很多的这种传统的韦特史密斯的能量在里面所以呢，如果有一些朋友是喜欢小动物的话，然后呢也很希望把小动物和塔罗牌的能量结合起来，那么这一副牌应该是很好的选择。 OK， 这个是 Tarot of Curious Creatures。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看这一副牌大家应该是现在就是最近看到我用的比较多，这个是 Journey Tarot The Zend Out Journey Tarot。 好，这副牌呢它有这个小白本，就是这种很简单的，但是是彩印的会看得更清楚一点。然后它的牌背是这种，我觉得这副牌的牌背做的就是很漂亮就是这种黄色的、金色的、白色的然后呢是紫色的我觉得这个牌背是很好看的。然后里面是这样子的一个色系。这副牌吧其实是属于比较现代、比较简单的那种感觉。我给大家看一下你就知道了，它整个画风都是属于那种很简单，线条很简单。不是有一段时间很流行什么极简主义嘛？那么这张牌的话，我觉得它可能会有一点极简主义的感觉。我们看一下它的这种小牌。小牌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几乎都是没有人了，就是有这种我们叫 pip decks， 就是很简单的一种。它是另外一种，就是像 Marseille 就是有那种图腾嘛，但它跟 Marseille 不一样，它就是我们这边就叫它 pip deck， 就是说它是这种元素，然后有几个数字，就是按数字来解牌这样子一个感觉。所以说对，这副牌就属于这种。那么小牌里面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就是这种元素宝剑2，对吧？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场景，也没有什么背景，它就是2个宝剑在这边，这就是宝剑2，对吧？2个宝剑。但是呢，这副牌也不会说那么的简单，它也会有一些就是说背景的能量，比方说1、2、3、4、5个金币，然后是长在树上，你们就可以去感觉，那么这5个金币有什么不一样，它的能量在表达着什么，对吧？所以这个牌是比较简单。比方说圣杯8，它这边就会画的比较特别一点，那有河流，然后呢有8个圣杯，然后8个圣杯里面呢，它里面的水看不见，可是圣杯里面有每一个月亮，每一个月相，从黑月到满月再到残月，就是它也会有它的一些很特别的能量的指引。对吧？我们可以看到，你看圣杯4圣杯4，我们传统塔罗牌里面的3+1，对吧？它也有表现这个能量，然后加上了月相的能量。这个圣杯是满月的圣杯，里面是有水的，其他的圣杯呢只有1滴水在上面，它代表着什么呢？这个是权杖9它这边有系这个绷带，对吧？它也是有传统塔罗牌，就是韦特牌里面的能量包括这个权杖9，它上面有一轮太阳。那么太阳代表着什么呢？这边你看宝剑皇后非常的现代这个人都穿的是现代人的衣服，对不对？然后这个是圣杯骑士，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传统韦特牌的影子。然后呢，这个是
我觉得是比较简约的现代的一个版本的一个塔罗啊。这个就是如果有朋友比较喜欢现代风的话，那么这副牌呢可以推荐给你。好，那讲到现代呢，我们就马上来看一个更加现代的牌，这个是Modern Goddess 现代女神现代女神，它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盒子，然后盒子里面呢就是有这样子的一副牌，然后接下来呢是这样子的一个书这有一个书，所以这个里面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很清楚有彩印，然后呢有这个牌的解释，对吧？这个是这副牌。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牌具体的。牌很大这副牌我觉得很大。好，然后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牌背，就现在大家看的就是更加现代，非常的 modern 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牌背，其实牌背的颜色还是很漂亮的，很素雅，太阳和月亮相互的辉映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牌，里面的牌呢是没有边框的，是这种很素的粉色和蓝色系粉色、蓝色、绿色用的很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宝剑骑士这个是圣杯1，宝剑4，恋人牌。这个牌呢，其实它可能就是在我看这个牌的时候，其实很多能量它已经把就是有2个人的场景，特别是跟感情关系、人际关系有关的能量，我觉得更加多的是以现代化的这种独立性独立个性、独立自强的女性为灵感，我觉得创作出来的一副现代女神的牌卡嘛。在这个牌里面呢，就是所有的人物都是女性，没有男性的能量。可是呢，尽管是女性她并没有说只有阴性的能量，她也会有很阳刚的一面。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你是什么样子的性别，对吧？你出生是什么性别？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能量里面都会有阴阳能量的不同。有的时候呢，面对某些人，我们可能更加的阴性能量更强；有的时候呢，遇到某些人，我们可能会阳性的能量更强。也要看对什么事情，对不对？有些事情可能需要我们很勇敢，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拿出阳刚之力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对待比方说弱小的小动物或者是受伤的病人等等，我们可能会非常的柔情也许我们会拿出非常温柔的一面来对待他们。所以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去改变的改变的。大家可以看这个 devil 这个就非常的现代，对吧？然后这个是宝剑8。所以这副牌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用这副牌去做感情对象或者是感情能量、人际关系能量的一个连接的话，未必是最佳的选择。但是如果你想去看就是个人的力量，或者是去看个人的成长，又或者是去看就是不一定是女生，也可以是男生嘛，就是我觉得看一个人单独的能量可能会更加的直接吧。因为我觉得在这副牌里面，因为它没有就是性别能量的一个变化，它只是一个同性能量的一个展现。所以说如果你是看你的比方说同性别的好朋友或者是同性别的友谊，或者是看个人成长，或者是看你跟你的好朋友，你跟你的敌人等等就是它可能会更加的清晰，它不会掺杂什么感情相关的能量这个就是我对这副牌的一个很特别之处的一个理解吧。所以这副牌呢，我也会更加倾向于用非感情、非暧昧关系的这样子的一个能量的连接去看。好，那这边呢就是这个现代的女神塔罗牌。好，我们最近都是跟现代的能量在连接，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刚才看的一副是没有太多感情关系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几乎全篇都在讲感情关系的一副牌，这个呢就是现代爱情塔罗。OK，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能量是这样子的，它是这样打开非常的红。之前有朋友问我那副牌是什么，那么红就是这副牌非常的红好，来这个是牌卡，这个是里面的一些 Love is beautiful in all its forms 这个是这个作家的写的一句话。然后呢，这个里面就是
这个书这是这个书，其实这个书虽然小，但是它的内容还挺多的。然后呢，书里面的这个牌的画面也已经印出来了，所以这个书呢，有的时候可能你旅游或者是出去坐飞机坐高铁，你可能带一个小本子，你可以看着玩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方便的啊。好，放进去。我们来看一下牌卡我们来看一下牌卡。首先呢，就是这个金光闪闪的牌面，再加上金光闪闪的这个边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能量。打开就是这种好喜庆让我想到就是那个传统的那个中式婚礼这个新娘新郎就是都是红色红加金富贵满满喜气洋洋。好，然后呢，我们来看牌的里面。首先呢，这副牌它也是很大，这个牌很大，然后它没有任何的边框，大家看没有任何边框，所以它整个画面是可以很清楚的洋溢出来的。OK，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权杖三这副牌呢，它的一个特点，它是现代爱情塔罗嘛，所以说它的画风、它的画面、它的场景全部都是现代的。比方说权杖三，就是这个人他在旅行，拿着地图走在这个欧洲小镇吧，就是这样子的房子里面在看在找这个是权杖三。 OK， 然后呢，你看这个愚人牌旁边还有个手机，对吧？大家知道这个手机也不是说古老的这个，你像我们韦特牌里面肯定不会出现手机，但是呢现代牌卡里面就会出现手机了。这副牌呢，我觉得它不仅讲的是现代爱情吧，其实它很多的能量，我觉得应该是讲的现代人际关系，或者是现代的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一些场景，包括爱情爱情一定是浓墨重彩的一篇，但是我觉得也会有其他的。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权杖九，它就有这种孩子在闹，妈妈可能就是在前面很无语很伤心，或者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也许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这是单亲妈妈她过得很辛苦，后面的孩子呢还小，然后呢还在闹，所以这个单亲妈妈也许她在焦虑很多事情，她在担忧很多事情，但是这个单亲妈妈她并没有放弃，因为权杖九的能量是无论有多么的辛苦，但是呢绝不放弃，绝不轻易的去放弃，对吧？然后我们继续往前看这边还有什么样子的牌呢？你看金币四，金币四呢可能就是两个好朋友吧有点像那个 Friends就是那个美剧的 Friends 那个场景咖啡厅，或者是这是他们的一个朋友的家里这个是两个朋友然后呢，你看这个是死神的能量，画的也是挺漂亮的。星星牌也很美，星星牌讲的是在这个美丽的空旷的地方仰望星辰，对吧？仰望星辰。那么星星呢，这张牌给我的能量更多的是在渲染着星星牌所带来的希望之感，它并没有传统韦特牌里面的把衣服脱掉，然后呢这个一个脚在这个岸边，一个脚在水里，所以它其实有的时候是剥掉了传统韦特牌的一些很经典的那种画风里面的特点，或者是那种画法，它更加的是现代化了更加多的是我觉得是加入了这个作者对整个韦特牌的一个理解。好，这个是力量牌力量牌，力量牌我们看到这个有点像动物园好，这个是金币国王，这个是圣杯国王这个人物也是描绘的很清晰的这么多的国王，金币国王也出现了圣杯七。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副牌其实是可以让你去看很多我们来看一下跟这个吧，这个是圣杯四圣杯四，你看这个圣杯四它的这个场景就很有意思。我们现代人可能会参加很多的派对公司的这个年终的派对这个朋友的生日派对，或者是谁结婚了派对可能现代人很多派对，有的时候可能你也会很喜欢去参加派对，但是呢有的时候等你真的进入到某一个派对，也许你会觉得自己有的时候我们这种感觉是不是觉得自己并不属于这个圈子，有的时候这个派对可能你觉得 yes 你属于这个圈子，你可以在这个圈子里游刃有余，但是可能会有那样子的一瞬间让你觉得这个派对是非常的没有意义的，也许对你人生目标就有那样子的一个时刻让你觉得
它不再对齐了。也许曾经一度你也在派对里面很开心啊，很喜悦，但是你看派对里面，你仔细去看，总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想着其他的事情。你看这个女生啊，别人在给她递酒，她都没有看见，而这个男生他好像在孤单的一个人在喝酒，只有前面的2位啊，好像很开心很享受。所以你看，在圣菲斯里面，它融入了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场景。他讲的可能是有关于感情，甚至这2个人认识，他们2个人去吵架了都有可能。所以呢，在这个牌里面，大家可以通过你对生活，你当下去连接的时候，看人际关系，看你自己情绪，包括你的爱情、你的感情等等相关。也许这副牌能够带给你更加多的灵感，也许它能够去让你想起某一个你曾经生活的画面，让你去想象，让你去连接到当时你真正的心境，能够让你去重新的去整理和规划，那么同样的也能帮你去更好的计划你的将来。所以呢，这里是我们的现代爱情塔罗。好，那接下来呢，会给大家介绍3组牌。这3副牌呢拿到一起，是因为这3副牌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作者啊。这个是 Liminal 11 Liminal 11，这个是他的网站，他是这个3副牌的作者。这个作者呢也非常有特点啊，他的牌我觉得是现代，但是呢，每一副牌吧，他所表达的能量也是很有特点的。那么这个作者他最有名的一副牌啊，我觉得是最有名的一副牌，应该就是这个现代女巫塔罗牌。这副牌呢，其实它是最早的一副牌，这是他最早的一个创作啊。这副牌呢，其实是时间已经有一点久了。那么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见过它，这种非常经典的蓝色啊。我们来看一下。现代女巫塔罗。这个里面的它的这个书啊，这个小白本就是这样，其实也很小，但它有一个这个壳子啊，可能会更好的保存。然后里面会有一些作者的语言啊，他对这个创作的一些灵感啊，然后它这里面的牌阵 ，OK， 现代女巫塔罗牌。好，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就是它的这个外面的一个牌背了啊，颜色呢，还有它的这个边框我都觉得选得非常好，包括它这边有很多塔罗牌里的元素都画了出来。然后呢，这个里面的能量啊，我觉得是简单、干净、明了的。这副牌里面非常有特点的一张牌就是这个宝剑十啊，我觉得这张宝剑十非常好的诠释了我们现代人对于紧张、对于压力的生活态度。尽管有10个宝剑啊，压力插在自己的身上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压力很大。然后呢，有些事情可能已经分手了啊，我们已经知道他已经离去了，可是现代人呢，还是会拿起手机继续刷手机。有的时候本身可能就是释放压力的过程，就是让我们去忘记烦恼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的现代女巫塔罗牌，它是有把这个能量放进来的啊，我觉得也是非常的贴切吧，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啊。宝剑三呢，就是还有这个心在滴血的能量啊，更加浓墨重彩了一点，对吧？这副牌我觉得是几乎把维特斯密斯的能量啊，就是继承的很好的，然后呢又把它给现代化了，这样子的一副牌。比方说这个女祭司，我们维特斯密斯女祭司当中的能量它几乎都有继承，只是把卷轴变成了笔记本电脑，所以是现代化了。但是女祭司当中的，比方说这个帷幔呐、黑白的这个石柱啊，包括这个新月啊，它都有把这个地方很好的都放了进来啊。好，这个是力量牌，而且呢，在这副牌里面，大家可以感觉到啊，就是人物里面，他把，比方说我们现代人可能会看的人物的肤色、人物的比方说这个背景，对吧？他的文化背景，他生活的地方，他都有考虑到。比方说，你看这边啊，可能这边这个女孩子金币四，可能我们就会看到她可能是
亚洲人的面孔。那么这个金币6，我们可能看到啊，它是黑色皮肤，它可能是非洲人的血统，或者是这个金币7，它可能是白人血统。所以它把其实多元化的这个主题也融入到了这个现代女巫的塔罗牌里面啊，我觉得它做得非常好，而且我们还能时刻在画面当中看到来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啊，这个有着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这个发色的人，他们其实是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啊，玩到一起，或者是学到一起，等等等等哦。好，那么我们很明显可以感觉到，就是这副牌啊，它的主人公应该也是比较偏女性能量的啊，女巫，对吧？虽然说也是有这个男性能量，比方说这个这个金币骑士的话，我觉得她还是一个女孩子啊。就是女孩子女巫嘛，可能她的这个主人公还是以女生以女生形象为代表的这样子的一个现代女巫塔罗牌。而且女孩子啊，穿裤子穿裙子，对吧？穿这个袍子，穿短裤穿西装 ，OK， 这个是戴头巾戴帽子戴皇冠，什么都有。所以她真的是把女生的这种现代感啊，我觉得是表现出来了。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女巫，都是我们自己生活的一个魔法师。OK， 好，这里是我们的第一个现代女巫塔罗牌。那第二个呢，还是来自于同一个这个作者啊，我们来看一下纯白守护灵 White Newman Tarot。这副牌呢是我去年用的很多的一副牌OK， 我们看一下。它里面的盒子是这样子，然后这是它的那个书我们就不拿出来了，跟刚才的那个很像，就是一个那个小白本，然后里面有一些作者的关于这个创作灵感来自于哪里啊，然后呢关于这个牌每一张牌的解释我们来看一下。好，纯白守护灵，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副牌，它的牌背就是这种灰色的，然后有这个当时是说这副牌有很多小动物的能量，其实我觉得动物吧可能不够准确，这副牌其实是来自于守护神和人人界人和这个动物的这个守护神动物的之间的一个能量之间的连接因为它这里不仅仅是动物，其实每一个动物都是守护灵来的是守护灵，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两头神兽放在这个牌背里面。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是这个圣杯2圣杯2这副牌呢，它把不同的元素用不同的这个颜色，我觉得是描绘了出来，吊人。比方说土象的金币能量，它就会全部用的是绿色系。这副牌其实给我的感觉非常有那种怎么讲呢，就是那种元气有很多的那种能量来自于大自然，来自于另外一个国度这个是恋人牌这个是圣杯，大家看圣杯蓝色紫色这种感觉这个是隐士牌，你看它这里都不再是以人的形象出现了，其实这个隐士牌呢，它讲的是这个人是半人半兽半人半兽，他在探寻着，他在追寻着，那么他究竟自己是人还是兽？所以这个牌里面有一些能量是非常有意思的画的很像那种，就有点像那种奇幻故事有点像奇幻故事，但是呢每一张牌它的能量也会在传统的韦特史密斯的框架里面，所以这副牌呢在去年我觉得是我最喜欢的一副牌之一圣杯6。这个是圣杯元素，我们可以把它放在这里，大家可以感觉一下，就是它里面的元素划分的很清楚。你看绿色的就是土元素，这个是世界牌给人的感觉很丰盛很喜悦，代表着成功和完结然后呢我们这边是圣杯骑士魔法师魔法师，它这里呢可能会把比方说蛇然后这边的这种权杖对，它会把它放在这边四大元素它会放在这边，只是它的元素代表元素的这个东西呢，它可能会有所取代有所改变。这个是女帝牌这个是女帝牌，它的星星代表着这个希望以及它对未来的一个认定和认同，它可以去酝酿出一切的无限的可能性这个是女帝。
这个是金币9。所以呢，有些朋友你就去看了，如果这里面的，因为这副牌我觉得它的人物、它的画风、它的颜色选择，而且呢，这副牌我觉得它的这种，就是每一副牌它有的画面很密集，元素很多，有些画风呢就是很简单，对吧？很单一的能量。这副牌呢给我的感觉就是刚刚好，它不会过于的密集，不会太过于的说啊很多的信息一下子就在你的眼前，让你觉得有一点哦，我要去读哪一个。这副牌给我的能量的感觉就是刚刚好，它可以在密集和简单中间卡在那个刚刚好的位置啊。对于我来讲就是刚刚好的位置，所以我觉得这副牌是既可以让你去发挥就是直觉，或者是你通过这副牌里面它所换取的那种能量，同样呢，你也可以去通过传统韦特牌的理解去解读的很好。这副牌呢，它会跟传统的塔罗牌，就是韦特牌有一定的差别性，所以大家可以去看。如果你要的是非常传统的韦特牌的话，这副牌是有变化的这副牌是有变化的。你看这个星星牌。这个是星星牌，它有传统能量的缩影，但是它会有变化比方说我们刚才看还有一张牌是那个，这里有一张牌很明显应该是宝剑3还是对你看这个金币6也不太一样这张金币6也不太一样。这里的金币6呢，它讲的是这个僧，他在穿越沙漠，那么在穿越沙漠的过程当中呢，他手上拿了一把秤，这里呢还有他的这个灵兽陪同他一起，他们2个人的旅程，没有人强迫另外一个人就是他没有强迫灵兽，灵兽也没有说一定要他给他什么，他们2个人是心甘情愿的在陪伴着彼此。所以这个能量呢，跟金币6的能量，你看它有交叉的地方，但是呢也会有不同。所以呢，大家可以看这副牌它会有一些变化，看大家是否喜欢。但是这个牌呢，我应该是2024年用的最多，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副牌之一了。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同样来自于这个作者他的最后一副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 Cosmic Slumber 这个牌大家应该也是很眼熟吧，因为这个牌它的那个牌面是这种火辣辣的橙红色，然后呢加上了紫色的边框，大家应该在就是占卜师里面很多就是做那个 Tarot Reading 里面很多人都会有这副牌的出现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这一副牌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副牌这副牌呢是有边框的，大家可以看有边框。然后呢，这副牌就是有一些人他会说这副牌有这种像梦境有梦境的感觉。有一些人会把这副牌拿来做就是解梦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吧。但是呢，我的话对于这副牌我其实会觉得这副牌怎么讲呢？我觉得这个牌是有很强的火元素的能量在里面，就是让人觉得非常的热烈，非常的浓烈，很热情，很多事情就是感觉要冲的感觉。所以呢，这副牌我觉得就是应该是很能激励你就是在你比方说很想冲，很想去做点什么，很想去看一看未来行动，那么你可以选择这一副牌这副牌里面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些能量是很漂亮的，然后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人物人物的故事，人物的背景也是和这个传统韦特斯的能量有连结，但是又会有新的改变。但是呢，这副牌给我的感觉就是因为它的颜色是很浓烈的，然后呢它有的时候给人的感觉画面是比较的 busy， 就是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会让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还可以，也是蛮好的但是我会觉得同样是来自于这个作者的3副牌，我可能会偏爱之前的那个纯白守护灵的那一副牌，它可能跟我的能量的感应会更加的就是连接的更加的紧密但是这副牌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大家可以看一下隐士牌这个是圣杯2这个是金币王子，对，大家可以感觉到这个牌就是红色紫色用的很多，对吧？就是颜色我觉得是很浓烈的那种 justice 这张牌讲的也很好，画的也很棒，来到了这个大法官的面前这个所谓的审判，这个所谓的公平和正义，可能我们每一个人等到这个我们所谓的很重要的事情
啊，都需要去。最后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个判官吧，啊，这个是命运之轮，这个还有一点带了那个埃及的那个守护神的一个元素放在这里啊，也是蛮值得大家去就是精读或者是慢慢的沉浸下来吧，跟这个牌去做连接啊。那我就会觉得这副牌的颜色可能会太热了，但是呢也是很好的一副牌，它的火元素真的非常的浓，非常的厚啊，所以这个是 Cosmic Slumber。如果你要给这个牌画一个它的这个星球的话，我会觉得这副牌是来自于火星，你觉得呢？好，那我们把它收一下。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Wandering Star 这副牌呢，是我很喜欢的一副牌。这个牌呢，其实它的作者是一个明星，他不仅是艺人来的，然后他也是很喜欢塔罗啊、占卜这种跟神跟灵性有关的一些东西。然后呢，他有这样子一个小本子，里面呢会有一些内容啊，比传统的小白本其实会多一些内容，大家可以去看，包括关键字，包括一些名人的这个句子啊都会有。然后呢，这副牌它的这个牌背，我觉得是非常漂亮的啊，非常非常漂亮的这种，黑色打底，然后金色和彩色，然后眼睛。这副牌来了以后呢，我会给它加上金色的边框，这个是我最后就是我自己加上去的。然后呢，这副牌里面的人物，它的人物，它的这个边框，还有它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字体啊等等啊，我都觉得是非常清楚、非常明显。然后我觉得读起来很舒服啊，很舒服。这副牌最大的特点在于哪里呢？就是这个牌它把关键字隐藏在了画里面啊，隐藏在了画里面。所以我觉得这副牌，如果说比方讲你是刚开始去学塔罗牌，然后呢你有的时候需要一个关键字做提醒，或者是有些朋友其实在连接能量的时候，与其说画面，你更加对文字有感应的话，那么这副牌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比起传统的就是那个大家有没有就是有印象，就是那个我今天没有拿出来，就很老的那个牌，天使塔罗牌，就是它有那个关键字，下面很多很多关键字，就那种牌的话，它是把关键字放在集体的一个位置，然后是叠加。而这副牌呢，就是它把画面和关键字融在一起。当你想去看某一个画面能量的时候，也许这个关键字就刚刚出现在你的眼前。所以我觉得比起那个关键字全部在下面，这种把关键字放在画里面更加的巧妙，更加的无形，也更加的自然啊。所以呢，这副牌我觉得它做的最好的就是在这一块，你可以完全不用管关键字啊。我一般可能会不太看关键字，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你在解读的时候，你在连接的时候，你正好看见了某一个关键字，然后那个关键字可能刚刚好跟你的这个连接到的能量是非常呼应的，或者是它在告诉你一个更多的信息或者是你连接到就是某一个关键字带给你了一个强烈的连接。所以有的时候这副牌会是一个，就是在我很多塔罗牌里面，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副牌。OK， 不仅画面美丽这个画面就是整个这个黑色的线条我都觉得刚刚好，同时呢它的这种其实我觉得它会有带那种Aboriginal 就是传统的，或者是那个叫什么，就是古部落里面的比方说印第安古部落，包括澳洲的那种我们所谓的那种原住民他们的那种图腾，什么点点小格子就是这种样子的话它会有。然后我是很喜欢这种，你看这个地方的这种图腾就是很 Aboriginal 很原始的，然后呢再加上现代的元素，现代的这个人物，对吧，包括这个小动物，然后呢再加上它的关键字，整体来讲这副牌我会给它一个很高的综合评分，因为我觉得这副牌真的是做得很用心。可以感觉到就是这个 Cat Pierce 就是这个艺人他这个明星吧我觉得他应该是对塔罗牌是真爱了吧他也可以去，我觉得是在自己的这个理解创作，可能是他觉得这样子的牌对于自己来讲是最好用的。我觉得这个牌整体来讲就是很好，它的颜色背景就不是那种白色，而是那种刚刚好的有点怀旧的那种背景颜色，大家可以看就不是白色。所以呢我也觉得这个颜色让我的能量可以更加安静的去连接感应
来自宇宙想要真正传递的信息。所以这个牌就是这个The Wandering Star Tarot。OK，好，接下来的这副牌呢，大家应该更加熟悉了。这个就是宇宙塔罗 Tarot of the Divine。这个作者呢，应该是一个日本人吧？啊，看他的名字就比较有日本人的感觉。然后呢，这是他的牌。这个作者呢，他还会有一本书，更大的一个书。但是呢，这副牌里面本身它会自带一个，就是就是讲解这个牌里面的一些信息啊，做的很用心，也很，我觉得很全面啦。然后它的这个牌背，大家看就是很漂亮的这种蓝色系啊，这个是它的牌背，很漂亮的这种蓝色系。然后呢，这个牌的就是这个纸张，其实我是觉得触感很好，但是唯一的一个小小的不足呢，就是它容易翘啊。一般的牌都是很直的，但这个牌容易翘，大家看，它容易翘不平，但是它的手感其实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啊，我很喜欢这个手感。然后里面的画面呢是非常漂亮的这种我觉得是高清的，是这种白色、蓝色、绿色分明的，带有这种亚洲文化的日本文化呀、中国传统文化呀、韩国里的故事啊等等啊，包括世界的童话故事、经典的人物的故事，它都把它运用在了这副牌里面，并且增加了很多。我觉得是你在读牌的时候看到的一些连接到的一些特别的信息了。世界树乌龟，你看这张牌月亮，对吧？这个是圣杯骑士，这个是死神 ，OK， 然后这个是权杖2，非常有意思。然后是这个圣杯2，宝剑7它的这个。我觉得它的这个整个这副牌颜色的话选择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就是那种淡淡的蓝色能够刚刚好让你稳定，然后呢它的这种红色的运用又能够让你很兴奋，又能够让你很激动，又能够让你去把这个信号很强烈的从画面当中抽取出来。所以呢，我觉得这种白色的背景加上很热烈的颜色是可以去，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然后会就是抓住你的那种能量抓住你的那个attention。然后呢，这副牌它的画面里面的信息非常的多，是可以让你去一直用都不会腻的，而且你会一直的去连接，一直的去看每一副牌里面它的能量，可能在你每一次读取里面都会有增加。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是源源不断的很厚的一个故事，这样子的一个塔罗牌 Tarot of Divine。 无论你什么时候拿出来用，无论你用什么样子的主题，它都能够给你非常好的指引，并且能够把你带到可能你之前没有看到的一些细节里面去。所以这个是 Tarot of the Divine。 好，接下来的这副牌呢是这个纹身塔罗。这副牌呢非常的有名，大家应该对这副牌也非常的熟悉。它是有纹身图腾这样子的能量作为一个灵感来创作的一副塔罗牌。这是它里面的一个书，大家可以看这里面的书。这副牌是所有的，可以讲所有吧，就是所有的 Pip Deck。等会儿跟大家讲 Pip Deck， 我觉得是我最喜欢的一副之一应该是前3名。什么叫 Pip Deck？ 就是大家看这个小牌没有人物，就是有这种圣杯就是圣杯，4个圣杯就画4个圣杯，然后10个宝剑就画10个宝剑Pip Deck。 我们来看一下这副牌，它的这个牌背是这种红色红色的，很像那个塔罗，真的很像扑克牌我觉得是有很强的复古能量的。然后呢，它的理念刚才跟你讲就是这个 Pip Deck。但是这个 Pip Deck 呢，首先它的这个元素，我觉得它对这个数字的理解，就是这个作者应该是非常深厚的，很深厚的一个数字能量的一个大师。然后呢，这副牌它的这个怎么讲呢，它的这个小牌里面它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比方说4个圣杯2个宝剑，其实它会有一些能量在这里大家去看，你仔细去看，你是能看到一些东西的。好，这是8个圣杯，
你看啊，比方说，你看这个8个圣杯看起来都一样，其实不太一样。这8个圣杯里面，你看这有2颗星啊，这有2颗星，这2个星的这个符号呢，可能会有点像那个 Z 字形，就是那个电闪雷鸣。因为圣杯8的能量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我们在讲把心放下，然后呢继续向前。所以在这个牌里面，它也许在讲的是这个心有没有放下，有没有真正的放下，有没有真正的疗愈好，能不能够开始去往前呢？所以大家可以从这副牌里面感觉得到啊，就有些东西它还是很有特点的。这个是宝剑4啊，宝剑4呢，它是左边一个剑，右边一个剑，中间2把剑是插在一起的，然后有一个这个大大的心，就给人感觉到 OK， 宝剑4讲的是休息。那么当前的剑是没有出鞘的，所以旁边的2把剑反而化作了这个剑鞘。所以在这个简单的 Pip Deck 里面，我觉得这副牌做的是非常用心的，然后呢做的就是很讲究细节啊，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而且这副牌里面的数字能量啊，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就我自己的话，对数字能量的理解，我也会很多时候就会从这副牌里面找到我需要的信息啊。这个是纹身塔罗，大家可以看。而且我觉得它的颜色啊，给人的感觉就是这种有了这种 shade， 就是那种阴影了以后呢，反而能够让人觉得更加的平静，更加能够沉浸在就像那个深色把你拉进这个画面里，把你拉进这个能量里面，让你静下心来，好好的去跟牌，去跟当下的这个能量做一个连接。OK， 这个是纹身塔罗，纹身塔罗。好，接下来呢会给大家介绍几副，就是有这种大盒子的牌，然后是很有特点的几副，牌卡，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第一个这个 Lion Strider， 这副牌呢很有名大家应该也会经常看到它。它是有这种大盒子，然后有一本巨大的书这本书一共有多少面呢？我们来看一下，274面274面的书。这个书呢就是那种杂志的那种纸质，然后每一副牌每一个作者想要去说的话在上面呢都表达的非常的清楚。 OK， 还有关于数字能量等等这副牌它都有介绍。这个是 Lion Strider。 OK，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牌。这个牌呢，它的牌背是这种浅蓝色的，像这种山水画蓝色的。然后呢，这个牌它很淡，非常的淡。你看，有的时候这个画面我需要其实拿很近我才能看得清楚这个就是这样子的，白色的，这个是 Justice， 就很像是泼上去的那种水粉画，宝剑皇后。金币8， 1、2、3、4、5、6、7可能还有一个藏在哪里就是这副牌呢，我觉得它就是给我的感觉它很漂亮，但是呢有的时候这个画面我真的是需要去就是非常近的去感受它的这个能量带给我的这种感觉。当然有的时候因为我会比较多的时候是用这个韦特史密斯的这种整个大的体系嘛，会在我的这个心里面，所以我有的时候也不需要去看这个画面，但是呢还是希望能够更加多的去跟这副牌本身的能量做连接。比方说这个牌隐士牌，它有这个处女座的这个标纹，但是呢如果你不仔细的话可能也看不出来所以这个是隐士牌。金币5。 OK， 但是这个牌会给人的感觉很空灵非常的空灵的一副牌可能我想有些朋友对这个画风应该是很喜欢吧。我们往上一点好，白白的干干净净的一副牌。 OK， 我觉得这副牌它的书应该是不错的就是很大很清楚。 OK， 目前为止还没有跟这副牌做一个比较近的那种亲密接触对，可能有机会以后会来看吧。但是这个牌就是很有特点Lion Strider 是这种感觉的世界。这个是圣杯皇后，然后呢是权杖骑士，对，是这样子的。好，这个呢是 Lion Strider Tarot。
好，再接下来呢，我们刚才看的那个 Line Strider 是属于非常清淡的干干净净的。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个跟它与之剧烈相反的浓墨重彩的黑色浓烈的一副牌。这副牌我很喜欢，这个牌呢是The Tarot of Vampires， 就是那种吸血鬼塔罗以吸血鬼，而且是西方的吸血鬼为这个背景来创作的一副塔罗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就是它这个书，这个书呢是纸质的，里面有很多的信息，而且它会讲很多关于意大利的一些信息我之前看过一点点，我觉得还挺深的。就是如果你对西方的吸血鬼的能量很熟的话像什么黑夜传说等等那种故事很喜欢，那么这副牌我觉得应该是精彩不容错过吧。很多的信息这本书写的很不错的。然后呢，我们来看它的牌，肯定是重口味这个是玫瑰花，黑色玫瑰花带血 ，OK， 这个就是重口味的一副牌。然后呢，这个里面的信息这个画面其实画的也很好。其实我希望的是这个画能够再大一点，就是让我再更加多的看清楚。它有一个黑色的边框，设计的也是蛮漂亮的这个是 Spectres， 那么这个地方它的元素会变化，就是火元素会变成这个 Scepters大家看这个是火元素，有这种黑豹然后这边是 Justice。其实它的这个韦特牌的能量用得很好，但是呢，它把整个韦特牌的背景放在了这个西方的吸血鬼这样子的一个主题里面去创作。然后这个是 knife 就是那个刀嘛，就是那个宝剑就是宝剑。然后它这里面的 knives 的元素就有很多白色系出来。好，我们可以放在这里。然后呢，这个是男性，就是很吸血鬼的那种肌肉线条，然后是獠牙 ，OK， 血，对吧 ？The Prince of Scepters， 这个就是那个火元素的王子的能量了。就是这个是非常欧美的非常欧美风的一副牌，这个是宝剑皇后来的。然后这边呢是这个 Skulls 就是那个头颅，大家可以看。这边是一个月亮牌我觉得这个月亮真的是很美，但是又觉得就像潜意识一样，有的时候潜意识的能量其实是有一点就像是一个禁欲之地一样就算是自己的潜意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非常的害怕走入，因为在这个潜意识里面可能有一些我们内心真正的真实的不敢面对的一些部分。而且在潜意识当中它可能不一定是危险，但它一定是未知，是我们的阴暗面，是我们的或者是我们的天赋和潜能，在这种平常我们不会介入的一个就是如同深海一样的领域当中 OK 隐藏着很多。那么在这个隐藏的信息里面，有一些可能是让我们兴奋的，让我们可以去为之所用的将来和以后，那么也有一些能量可能是我们害怕的，也有可能是我们恐惧的过去，又或者是我们能够在潜意识的能量当中看到我们之所以不敢是为什么。所以这张月亮牌给我的能量是真的让我觉得它不是那种让你害怕，但是是一种让人觉得你想好了吗？你想好了要走过来吗？如果你要走过来的话，你是需要勇气的。就这种能量非常的强烈，月亮牌。然后这边呢是 Grail， 大家看这个 Grail 的能量呢就是这个水元素来的。好，我们继续来看的话，这个是 Knives， 这个是风象 OK， 然后这个是火元素来的 OK。 所以你看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牌这个 Nine of Skulls， 这个所谓的头颅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土元素这个头颅是土元素来的，他可能想的头颅是圆的嘛，就跟金币很像，而这个 Grail 呢就是典型的圣杯了这个呢又是一个风象的。好，我们放这边。好，这又来了，这是土元素的Six of Skull， 就是头颅6，金牛座。这副盘里面也会有很多的符号和图腾，大家可以就是一直去看的。然后这个是 Empress 女帝牌，绿色的 OK。 然后呢这边有 Eight of Grails， 这个是圣杯8来的圣杯8这个人他的手上了锁链，然后呢对面是城堡，旁边还有一个恶魔拿着真正的圣杯，里面有这个能量，当前他的圣杯是空的 OK， 这个就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了大家去
跟这副牌连接的话呢，我觉得是需要很多的勇气，很多的大胆，很多的能量信息，很多的这个 messages 应该是赤裸裸的展现在你的眼前。 OK， 它可能会有黑暗，它可能会有那种最深层次的欲望有一部分的能量其实是会，我觉得是点到你的这个是 priestess， 就是女祭司，很漂亮吧。所以这副牌呢，如果说我去跟原始的韦特牌去做比较的话，那么我还是觉得这副牌你会给它的难度加1。首先呢，它的那个图腾和它的这个元素用的很多，所以呢大家需要去对塔罗牌对包括12星座占星的能量有很好的一个理解。然后呢就是从基础的韦特史密斯的能量去着手，然后呢是往上搭建更多的能量，更多的一些信息，包括这副牌整体的一个能量它都是很有它的特点，就仿佛把你带到吸血鬼那个世界的能量磁场里面去了有些事情我觉得是很带着危险的，带着那种很尖锐的，或者是带着那种很赤裸裸的这样子的一种能量磁场。所以呢这副牌我觉得是难度要至少加1，甚至是加2，很美，但是呢它是带有危险的一副塔罗牌，危险能量打引号。 OK， 好，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吸血鬼塔罗牌。好的，那我们再接下来呢看的是天蝎海塔罗牌。这副牌呢是我2023年到2024年用的最多的一副塔罗牌之一。这副牌呢是我自己就是如果是我选塔罗牌的话，这副牌我会是我会选择的一副牌。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等会儿来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副牌，就是说它的书是这种像杂志一样的 OK， 然后呢有这个文字，有牌面信息。这个是一个纽约时报里面最好的一个作家他所创作的，他还有书 OK， 这是一个畅销小说的作者创作的一副牌，天蝎海塔罗。那么这副牌它的牌背是这样子蓝色的，然后有这个黄颜色有这个黄颜色的这个图腾。然后呢这副牌我要把边框做成蓝色，大家看这个边框我有涂成蓝色。这副牌呢我非常喜欢原因呢是什么呢？就是我喜欢的牌卡属于可以去让我就是留有空间吧，应该这样讲。就这副牌是属于刚刚好的留有空间，意思就是说它不会画面太过于的 busy， 就不会那么多的画面全部都叠加在一个牌面里面。同时呢每一张牌它会有一个空间感，可以去让你去更多的去连接你的直觉带给你的一个信息。同时呢这副牌它的颜色是属于那种驼色系嘛，所以它是有那种深一点的颜色，可以把我更加好的带到这个牌的世界当中，带到这个能量的磁场里面，让我静下来，让我真正的和这副牌和宇宙去对话把这个牌当做一个所谓的工具和宇宙去对话，和宇宙去连接，通过我们的问题，通过我们当时所连接到的能量去感受感受我们所谓的宇宙究竟在给我们什么样子重要的指引和传达。这副牌呢还有一个能量就是说它人物和动物的这种混搭，就有的牌面就是人嘛，有的牌面就是动物，有的牌面可能是器物，就是它的这种mix 就什么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能量，我也觉得很好。每一个人物可能不一定画的那么漂亮，但是每一个人物呢都有一个故事藏在他们的这个表情，藏在他们的这个画面当中。这副牌既不会像数字的那种 pip deck 那么的简单，也不会像有些牌那么的复杂，所以这副牌呢给了我刚刚好的需要这副牌是给我刚刚好的那种空间感和呼吸的可能所以呢这副牌我是最喜欢的塔罗牌之一天蝎海塔罗牌这种颜色画风我都很喜欢 OK 这边是天蝎海塔罗牌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魔法森林塔罗牌。这副牌呢，就是有点像是那个童话故事啊，童话故事，大家看一下这副牌啊，绿色的，而且是跟大自然紧密相连的一副牌卡。它的能量就是很有那种森林气啊，森林气息。这是它的书啊，也是这种像杂志一样的啊，这个是我看的很多。它的每一个元素，每一个创作 ，OK， 这个牌，讲得很好。然后呢，这副牌大家看啊，我觉得它整个牌就像是一本书，一本童话故事书啊，它的每一个画面很细致。这个是 Six of Moon， 这个是土元素6，这张牌啊，这个是土元素3啊，这个女巫在搅拌她的这个神药。这个呢是 Vision， 就是水元素8啊，有很多这种就是那种它叫这个柳树啊，然后这个是相当于 Ghost， 就是那种鬼啊，在这个地方在叫啊。这个是挑战3，这个爸爸把孩子丢在了森林里面，然后呢哭泣的离开啊，这个是被抛弃、被背叛的能量，对吧？这个是挑战10啊，这个是一个老兵，退役的老兵，人老珠黄，然后这个宝剑都已经老掉了啊，这是一个让人觉得非常绝望的地方，所以他可能只能选择退休吧 ，OK。但是呢，背面的白马一直陪伴着他，所以无论是在多么的挑战的时期啊，我们都要看向那个希望，对吧？这个是土元素7，这个是挑战的一个守护者，就是宝剑风象元素国王，一个智者。好，这个是 Keeper of Vision， 这是一个三文鱼。这个呢是这个是土元素4啊，你看他们就有很多的吃的，但是呢，他们的表情啊，让人觉得有点凶，对吧？都不愿意给别人，很吝啬，吝啬鬼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是 Spell 火元素的一个探寻者啊，非常有灵性。这个是火元素10，这个是一个小孩子啊，在尝试变换他的魔法。这个是一个老者，这个是我们的传统塔罗牌里面 Tower， 这个塔折掉了啊。好，这边是青蛙王子，土元素1，这边是命运之轮，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风就是这样子啊，非常的森林气啊，森林气，然后整个就像是一个童话故事般的一个塔罗牌啊。如果有朋友喜欢这样子的一个童话故事呢，然后喜欢这种魔法森林、古老森林，这副牌是很好的选择。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的是来自于这个 DJ Conway 和 Lisa Hunt， 共同创作的一副牌卡，就是卡尔特龙。这副牌呢，是我觉得一个很惊喜的牌啊。虽然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稍微偏老一点的，就是没有那么现代，但是呢，卡尔特龙这副牌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这副牌呢，其实在元素方面会有一点改变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书，就是这样子的，它没有彩页，就是这种纸张版本的啊，这个是它的意思，牌阵讲的比较的多。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这个牌，整个就是这种大理石纹，灰色和白色，卡尔特龙作为牌背。那么到了牌里面呢，它都是以这种灰色大理石为背景。然后呢，这张牌是吊人牌，有很多的卡尔特龙，会在这个创作当中陪伴着这个主人公去经历他的人生。或者是他的这个灵性之旅吊人牌。这个是金币石它的这个创作的话会跟传统的韦特牌不太一样 OK， 但是呢它的这个意思很明显是从韦特牌那边继承过来的。包括这个金币8，金币8有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跟学习有关，所以这张牌直接就把学习的能量放在了金币8这张牌卡里面
这张牌是圣杯5 ，OK， 有龙啊，在这个地方，而且这个圣杯5大家可以看到酒洒了，可是这个人已经回头了，对不对？他已经回头了，所以有些东西它就有所变化。这张牌呢是圣杯2，在龙的祝福之下啊，它是一杯酒两个人一起喝啊，一杯酒两个人一起喝，这张牌星星牌，很有星际的感觉。OK， 星星牌，很多的龙啊，他们在星际之中啊，星星是他们的一个世界。你看星际啊，星星牌变成了星际。圣杯3，这个地方有的主人公就不再是人了，变成了这个卡尔通的神龙。OK， 圣杯3。这副牌的火元素，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圣杯7，这个是土元素1，它的火元素和风象元素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是宝剑8 ，OK， 宝剑8，好，这个是宝剑10，这个呢是圣杯8 ，OK， 它的能量是吻合的啊，跟这个传统的维特史密斯。金币皇后画的是一个老奶奶，金币6，金币6这张牌呢，更多的讲的是奉献以及这种慈善啊。这个龙它很富足，它有小女孩，所以它把这个钱呢，还有这个金子啊，送给了这个老人家。这个是金币9。OK， 这边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所谓的内心的富足不再是钱了啊，而是你的好朋友，你的宠物。这个呢，它把恶魔牌变成了锁链。我们都知道恶魔有的时候它的能量讲的是枷锁，所以当前呢，它的这个恶魔它直接给的关键字就是锁链，而不是恶魔。有的时候真正的恶魔可能并不是外界，而是我们的心魔。是什么东西让我们上了锁链？是什么东西让我们把自己锁起来，不敢去追寻自己的真爱呢？这个就是15号牌锁链的能量啊。战车，这个战车呢，两条龙啊，他们在一起啊，守护着一个正义之光 ，OK， 在发亮。他们就好像是一个守护神一样，站在山顶，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去逾越这束光芒啊。所以战车牌它也有它的这种能量的转换，以及作者对于战车牌真正的这种守护，而不是去突破这种能量的一种理解，以及它跟传统韦特史密斯牌的一种改变啊。这个是战车牌。好，那么在你面前的呢，就是卡尔特龙塔罗牌，大家喜欢吗？好，那再接下来呢，在你面前的是权力的游戏塔罗牌啊。这副牌呢，其实是我的收藏牌啊。这副牌呢，我一共有2副啊。这个有些牌我其实是有2组的，这个是我其中的一组，这是我的第1组权力的游戏。这组牌呢，它的这个书是这种小本本啊，字非常的小，我都有读过，写的也很好啊，写的很好。然后呢，牌阵信息很多，就是非常非常的小。然后呢，这副牌我有把黑色的边框去掉，所以大家看到的是比原版要小的一个牌卡。我把边框全部涂成了黑色，就这种感觉啊，黑色。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副牌。这副牌呢，是我最喜欢的塔罗牌之一。我觉得这副牌里面的那种，无论是温暖的信息也好，是残酷的信息也好，都是那么的直接，那么的直白和了当啊。这副牌呢，很明显它的名字叫做《权力的游戏》，所以它会和《权力的游戏》这部剧啊是紧密相关的。就是《权力的游戏》的这部剧呢，就是它的创作的灵感啊，就是它创作的灵感。所以呢，就是如果你对《权力的游戏》这部电视剧很感兴趣，或者是这本书你很感兴趣的话，那么这副牌我觉得是精彩不容错过啊，精彩不容错过。有很多的东西就是在这个西方的故事里面啊，我觉得有些东西就是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的，就是那种有些很残忍的人性方面的事，就是人性的能量啊，还有这种我们所谓的探寻啊、超越自己啊、励志啊，都会有啊，都会有。
所以这个整个的牌卡能量它会有很强的黑色调在这个牌的里面，但是呢在所谓的阴暗当中又带着无穷无尽的希望、光明、美好爱情、友情、亲情等等都会融入在这一个牌的里面。所以呢这副牌是我最爱的塔罗牌之一，权力的游戏。我还有一副就是作为永久的珍藏这个是权力的游戏塔罗牌，大家喜欢吗？好，那再接下来呢，在你面前是这个经典的The Wild Unknown Tarot，OK，这个是野性的、神秘的、不知道的一个塔罗牌。其实这副牌吧，非常的有名。当它出现以后呢，在塔罗界掀起了一个，就像是突破性的一个神话。这个是 Kim Crane，Kim。这副牌呢，这是他的书这是他的书。这副牌非常有特色。好，给大家先看一下，我们把它拿出来。这本书这个是它的这个蛇皮的背然后呢，它的这个里面的内容，其实内容不会特别的多是这个作者的一些理解这个牌的一些注意，就是它注释的一些东西。然后呢，我们看这个牌这个是经典的这个蛇皮作为它的这个背景，然后呢，它里面是铅笔画就这种素描的感觉。这个是圣杯皇后、白天鹅。这个是这个里面讲的是儿子也是小天鹅。然后这边呢是圣杯八其实这个牌吧，如果你要去看的话，这副牌其实是动物能量的一组牌，它并没有人在这个牌里面，而且它里面的小牌能量是属于那种很简单的。比方讲宝剑二，它就是2个宝剑，并没有一个场景，并没有人出现在小牌里面。但是这副牌的小牌能量不比任何有人的能量出现要来的少，要来的就是比方说不直接，它非常的直接它非常的直接。所以这副牌我觉得它的高明之处，就好像有些 pip deck 做得好的，我觉得就是神作既没有人，但是通过简单的元素、简单的画面，能够让你去感受到这副牌里面深刻的、深度的一个信息。大家看，比方说这个圣杯十，它并没有人出现对不对？也没有什么 family但是你就知道，在这种光芒之下，它蕴藏的是无限的生机。所有的圣杯都朝向了同一个这个能量里面，对不对？相互的交叉，相互的交融。它把圣杯十的能量其实诠释的非常的好。包括这个宝剑四，它用的是小羊，而且这个羊的3眼轮是很明亮的。那么在宝剑四之下，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个羊在休息，这个羊在思考这个羊它为什么用羊呢？因为羊可能让我们看到是小羊羔，很善良，很单纯，对吧？它在休息，它没有在奔跑。所以整个这副牌里面，它的能量非常的足大家看这一张牌 OK， 这个是火元素9，台阶、月亮、光亮 OK， 非常非常的好看。然后这个呢是金币6金币6个金币长在这个植物之上刚刚好结出的是6个金币的果子。它不是正好就是在说所谓的平衡吗？只有你用心的去埋种，就是把这个种子埋下去，然后呢给它浇水照顾它，它才会有一天长成你看到的这个样子，结了这6个金币的果子。所以你看，简单但是能量非常的足够。这个是圣杯7一边是太阳，一边是月亮，有7个圣杯，它在太阳和月亮之间，这是一个临界的状态，对不对？临界的状态里面有7个圣杯，代表的是你的欲望，你的想象力，它不是现实的，也许它超越了时空，在你的脑子里。所以整个这副牌我觉得是既美丽，能量又非常的强大。这副牌应该是我最喜欢的塔罗牌之一
啊，这个是 The Wild Unknown， 这个是生命之树，吊人里的蝙蝠啊，这个是纯动物的啊，纯动物系列的塔罗牌。好，现在呢来到我们的最后一副牌，最后的一副牌呢是德鲁伊塔罗牌，我们来看一下这副牌。德鲁伊塔罗牌啊，它的牌背是简单的咖啡色，很简单的哦。这副牌呢，原来的牌很大，非常的大，所以我有把它缩小啊。这个牌我已经把它缩小了，大家看到这个牌是已经把边框去掉之后的一个样子，其实还是很大，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边框去掉之后呢，我可以更好的驾驭，然后呢，也可以更好的去读到这个牌面它想讲什么。这里是一个权杖皇后的信息，这边是圣杯皇后啊，我们来看一下。宝剑一，这副牌呢是把原始的韦特史密斯的能量克隆在了传统的德鲁伊的文化当中，金币王子。所以说如果你想去要一个跟韦特史密斯完全可以对应的塔罗牌，但是呢又可以和韦特史密斯的画风不一样，这副牌是很好的选择啊。这副牌我们这里的20号牌审判变成了重生啊，这是一个不同。然后呢，恶魔牌在这里变成了这个神兽啊，是这样子的一个神兽啊，这个是我们的恶魔牌，其实它讲的就是我们的欲望。OK， 然后这个呢是金币皇后，我们可以看到圣杯十啊，它有很强的这种凯尔特文化，凯尔特的这个传统的一些图腾啊，在这副牌里面。这张牌金币国王，这副牌呢我用的很多啊，这副牌我用的很多，属于那种非常非常好去连接啊，非常好使用。同时这副牌呢也是我的学习牌。好，这副牌呢首先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盒子，然后它有这样子的2版，然后呢它的书很大，这样子非常大，一共有多少面？188面啊，192面啊，内容很多。这是我的学习 deck， 所以我看很多这个相关的信息。而且这副牌呢和其他的塔罗不一样，一般塔罗牌呢会把 major 就是大牌的能量，比方说愚人牌呀、魔法师啊等等拿出来会详细讲解，而把小牌里面的能量会稍微少一点。但是这副牌呢是反其道而行之，它会把小牌的能量先拿出来讲从它的这个数字能量里面开始，慢慢的呢讲到大牌，所以它把小牌放前面，大牌放后面，可能它也是一个让我去更进一步的和塔罗牌连接不忽略每一张牌的重要性。 OK， 我们生活里的小事真的是小事吗？大事也是小事堆积起来的，所以它可能是我在塔罗牌里面的一个平衡，让我能够知道除了大牌里的重要性以外，小牌也是我们生活里必不可少的、必不可缺的一部分。 OK， 所以呢这里是给大家最后介绍的一副牌是德鲁伊塔罗牌。那么希望这期节目呢大家可以喜欢我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啦，拜拜。